爽！谁能想到我这个滴酒不沾的人，竟然会因为失恋喝得有些醉呢？陛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成何体统？难道是天塌下来了不成？启禀陛下，是宫里的一座偏殿突然消失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座偏殿没了？竟有此等怪事！随朕去看。陛下，这就是那栋奇怪的建筑，还真是一栋从未见过的建筑，竟然如此华美。它究竟是怎么出现的？臣也不知。不过像庄园却奢华百倍，难不成是天上宫阙？有没有派人进去查探？陛下，这建筑看得见摸不着，朕能不知道它奇怪吗？正是问你有没有派人进去查探过？谁啊？大早上不睡觉，在外面吵闹。陛下，里面有个人，你看到没？朕知道有个人，不用你提醒。你瞅啥？朕就看你怎么了。你再抽一个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这里是朕的地盘，朕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我靠，别墅区怎么混进来个 cosplay？ 手机没信号，我难道穿越了？我真穿越了，这是大唐皇宫。我靠，这里世道没错。恭喜宿主穿越到贞观7年，神级庄园系统为你服务。我还有系统？是的，你的别墅取代了皇宫偏殿，你正身处大唐皇宫之中。系统，你咋把我送皇宫来了？找个县城偷偷发育多好。神级庄园系统需大唐名人崇拜值兑换奖励，皇宫人物最多。有了，我装神仙下凡，李世民肯定信。系统，我装神仙，李世民能信不？宿主放心，别墅区域内你无敌，任何攻击都无效。丁，神级庄园系统为您服务。我靠，食物1崇拜值1包面，手枪要500，辟谷丹1000，我崇拜值竟然是0。要是震惊值就好了，早爆了。得想办法搞崇拜值，先出去会会李世民。你是李世民不？大胆，竟敢直呼陛下姓名！我问他又没问你，你别吵吵。天下除了朕，谁敢穿龙袍？李渊啊！你究竟是何人？偏殿去哪儿了？我是方外之人，借皇宫住住，偏殿被我别墅压塌了。大胆！来人，给我冲进去把他抓出来！老李啊，我这别墅可不是你们想进就能进的。李二，暗箭伤人，真是小人啊你！混账！恭喜宿主获得程咬金崇拜值199点。那边那个胖子，你瞅啥？我乃肃国公程咬金，你小子休得无礼！原来你就是程妖精，赶紧把你家陛下领走，别吵我睡觉。派人守死这里，朕不信他不出来。大唐妃子果然有气质。肚子饿了，先吃饭。那小子，你出来！你在吃什么？意大利面配牛排，卖相不错吧？擅杀耕牛，触犯唐律。你程妖精吃牛最多，还好意思提律法？我没有，你诽谤！我非唐人，不受唐律管。郎君来自何方？我来自1000年后，大唐早已灭亡。1000年后，大唐亡了，可有凭证？爱信不信。郎君出府一叙，陛下尽地主之谊。哼，想骗我出去，没门儿！来人，让禁军敲锣打鼓，从卯时吵到申时，吵死你！看你服不服？系统，屏蔽外界声音。屏蔽一开，世界安静。拼命制造噪音。太难听了，我要吐了！算你狠，我撤了。崇拜值加2,997。那小子油盐不进，气死朕了！陛下何事动怒？叶庭宫来了个怪人，快把朕气死！皇宫之内竟有此事，父皇母后在说什么？李二吵我，我必须还回去。系统兑换红钟，这钟够响，每刻针敲一次，通宵作响。系统屏蔽钟声，搞定，安稳睡觉。谁敲钟？矫正雅兴！钟声，叶庭宫方向。钟钟响，好好玩。你敢报复朕？陛下，臣妾同往也好劝解。速往列庭宫，一刻一敲，
欺人太甚！皇宫敲钟，成何体统？必须让他把停钟了。出来谈谈，别敲钟了。你吵我白天，我吵你夜晚，天经地义。此事是陛下不妥，我代他致歉。你是长孙皇后？郎君竟识得我，叫朕李二，叫她便是皇后，我乐意。你管得着？我要找小囊君玩，我进来喽！四子，别进去！天雷会伤了他的。君，我想跟你玩。小囊君，我想跟你玩。这小团子太萌了。别电我，别电我！乖，别乱跑。小囊君真好。多谢郎君护着四子。我喜欢孩子，他想走随时可走。父皇、母后，我要进去陪四儿。不可，门上天雷无眼。狮子能进，那我也能去。真的没事。给你们尝个鲜。哇，好好喝。四儿，这是行走的印钞机啊！叶郎君，这黑色甜水是？这是肥宅水，后世的甜饮。甜香带气，好特别。叶郎君，求你停下钟声吧。让李世民连说3声我错了，我便停了钟声。陛下是天子，当众认错，没得商量，不道歉就想到天亮。我们告辞。丽兹，敢问长乐公主，你手上的是何物啊？为何如此之香？滚一边去！丽兹、四子，你们没事吧？小囊君最好了，这个给阿娘喝。这是水，色黑如油却无味。阿娘，这叫肥宅水，比糖水更好喝。胡闹！来历不明的东西，让朕先来试试。陛下万金之躯，俺老程替您喝。大胆，敢跟朕抢，滚！哼，终于能尝了。朕先尝。有劲儿，舒坦。这肥宅水比朕喝过的所有糖水都过瘾。父皇，你竟敢抢朕的肥宅水！太上皇，这肥宅水真有这么好喝？你这憨货，没口福！再给朕来一杯！李二，你算老几？你敢抗旨？抗旨又如何？想要求我啊！陛下，还是说正事吧。正事？什么正事？哦，对了，丽兹，你说夜郎君真的来自1000多年后吗？应该是这样，没错。夜郎君言谈举止都与大唐人不同，仿佛不属于这个时代。这小子竟然真的来自1000多年后吗？什么？那小子真是千年下人！二郎，这么大事你竟瞒我！父皇，此前儿臣尚不能确定他身份，总不能他说什么便信什么。程咬金600留拜值，8万崇拜值，系统商城的好东西，我来了。不让我兑换，这钟声来的正好，看看他们急不急。阿爹，夜郎君说了，他准备敲上7749天。什么？这小兔崽子连敲49天，皇宫人不都得困死？叶公子说，除非陛下在别墅外亲口致歉3声。荒唐！朕身为天子，行事无愧于心，何错之有？儿臣已再三劝说，可叶公子心意已决。他既然来自1000多年后，你不想知大唐未来，不想得1000年后技术？观音小，你觉得我应该道歉吗？这个，阿姨，你就跟小囊君道歉吧，他会原谅你的。罢了，为了大唐，为了止住钟声，今日便放下一次面子。叶流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早这样不就成了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丽兹、四子，我们先回寝宫去吧。这夜间的风大，别着凉了。丽兹，抛开夜郎君的身份不谈，你觉得他这个人如何？夜郎君容貌俊朗，为人和善，大方自信，平气近人，我觉得他很好啊。既然他是1000多年后的人，那他有没有跟你提到过有关历史的一些事情？比如说大唐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呢？这个我也没问，我只问夜郎君，我和四儿有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载。至于具体的，他说历史太厚重了，不适合在狮子面前说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天色已晚，快回寝宫，别让狮子冻着累着了，好生守着公主，不得惊扰。丽兹，如今可好好说说，夜郎君可是还说了什么不好的事？他只说了句红颜薄，看了眼字字便不再多言。红颜薄，是红颜薄命？红颜薄命吗？说的是你还是自儿？又不论是你们中的谁，我都承受不了啊！我宁可他们平庸一生，也绝不要红颜薄命。阿娘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夜郎君没有说完，也许不是这样的呢。
就算我与四子红颜保命，也或许只是失足落水，意外身亡罢了。只要夜郎君说出我们的死因，我们也是可以避免这个结局的。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真是好舒服呀。系统，我中彩票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没钱买别墅，系统没法开启。我跟你靠，我就知道没巧，一个哪这么哪好中，指望中彩票，还不如指望天降系统呢。还好有系统帮忙，不然我怕是要一事无成。系统，我有8万多崇拜格了，给我换点能在大唐自保的超凡物品。虽然我在别墅里无敌，但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别墅里啊。如你所愿，宿主。我的乖乖，系统这也太贵了，我连颗筑基丹都买不起。贵有道理，你刚来1天就8万崇拜格，以后只会更多。小囊君，我来啦！我在这儿，你们往上看。咦，小囊君，你长高了哟！恭喜宿主获得李明达崇拜值666点。你个小笨蛋，我现在是在3楼，所以看着比昨天高。这样吗？那小囊君，我和阿姐进来了哟。四子，这门太小，我进不去，你等我开大门。欢迎再来我家做客。早饭吃了吗？小囊君，我和阿姐都已经吃过了。咦，虾米东西香香的。你说的是它吗？它叫咖啡，算是一种饮品。小囊君，这个拉菲好喝吗？小孩子是不能喝的。我不是2岁的小孩子啦，我已经是3岁的大人啦。3岁也是孩子，照样不能喝。好吧。恭喜宿主获得李明达崇拜值1999点，李丽苏崇拜值9696点。小囊君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吃的吗？你这小馋猫就惦记吃，这是棒棒糖，慢慢舔着吃，别咬。话说你长牙了没？我当然长牙啦，我有好多小牙呀。长了20颗牙，真不错。他怎突然塞我棒棒糖，举止这般亲昵？我早已不是孩童了。那就先坐下吧，早上的空气很好，还可以欣赏一下皇宫的风景。小囊君，皇宫很闷的，没有风景呀。皇宫很闷吗？那字子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呀？找阿娘玩，找阿姐玩，找阿兄玩，找绿珠红费玩。绿珠红费，这是字子的侍女，我和阿娘忙时都是他们照看字子。原来如此。不过字子怎么整天都在玩呀？我是小孩子嘛，当然要整天玩啦。子子，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是3岁的大人了吗？可是小拿君刚才说3岁也是孩子。嘿，你个小家伙，竟然拿我的话来堵我，看我不挠你痒痒！好痒，阿姐快救我！励志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过四儿与你格外亲近，平日连阿兄们他都不曾这般亲昵。是吗？那可能是我魅力大吧。对了，夜郎君，你昨天说我和字子红颜保命，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呢？你们遗传了长孙皇后的气疾，母女3因此病离世。竟是遗传了阿娘的年幼，如何受得之住？你母后36，你23，慈子12，你母女3人的命运实在令人唏嘘。阿姐，你在叫呜吗？阿姐没叫你，阿姐是说你玩的真好。那当然，我是最第2厉害的，小南君最厉害。夜郎君，1000多年后气疾还算是不治之症吗？哪怕在1000多年后，依旧没有完全治愈气疾的办法。这样吗？后世虽仍难根治气疾，却可稳住病情，极少有人因此殒命。那也可以呀。可是夜郎君，你还能回到后世吗？这个嘛，暂时是回不去了。就连夜郎君都没办法吗？看来是我们命该如此。你阿娘气疾犯了，对着喉咙喷一下就能缓解。夜郎君，我该如何报答你呢？不用，一定要的。那不如以身相许吧。我心里是愿意的，只是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嗨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只要没事多带子子来我家玩就行了。他怕我为难才故作玩笑，实则只想多见我几面。叶流元，你和长乐公主还有晋阳公主说什么呢？这3人在楼上说啥？我非得问明白不可。程咬金，你这大老黑的又来我楼下，李二又要耍花样。我黑？我哪儿黑了？我这是古铜色，你小子懂不懂审美？我对男人可没什么审美，快说你来干嘛？不然我可要放电你了。别，我可不是来惹事儿的，你别电我。那就快说你是来干嘛的？这个嘛，其实我是来找你谈生意的。哦，找我谈生意？你想要什么？又能拿出什么？我想要昨日你给2位公主吃的肥宅水，条件你随便提，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宝马布体，我都可以拿出来。想要肥宅水？你昨晚尝到味道了吗？这个嘛，没有。太上皇和陛下身份尊贵，俺老程也不能上手硬抢啊。不过正是因为没有吃到，所以我才想要嘛。你想要你就敢来找我交易啊？不担心李世民生气？况且现在还是上朝时间，恐怕你是受到李世民的授意。这个嘛……行了，这杯肥宅茶送给你，你走吧，别在这儿烦我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叶郎君了，俺老程就不客气了。别在这里傻笑了，赶紧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夜郎君。你干嘛突然跟我道歉？你既不愿出去，我回去劝他不必强求。无妨，身为皇帝，李世民对我有所猜忌，实属正常。阿姐、思子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是高阳来了。阿姐，是17姐来了吗？小囊君，你抱我起来看。夜郎君，你也太宠思子了。好家伙，大唐皇子公主来了大半，这阵仗可不小。夜郎君，那是我大兄李承乾、四哥李泰、六弟李欣，还有程阳和高阳。你们父皇可真能生。小囊君，男人是不能生孩子的。阿兄和阿姐们是我阿娘还有其他嫔妃生的哦。励志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呀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轻易靠近夜郎君的别墅。听说叶廷公前晚飞来怪楼，还放天雷电晕千名禁军，我们便来看看究竟。
必须提醒他们，别墅的天雷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别装神弄鬼扯缘分，这是皇室后宫，岂有我们不能进的？六哥也太莽撞了，母后明明叮嘱过不能靠近。李希，你给我回来！兄长不必担心，我就不信这叶流远敢。好痛，救我！他居然真的被天雷劈了！叶郎君，我六哥他没事吧？小惩大戒而已，死不了的，顶多昏睡几天，便宜他了。那还好，没事就好，总算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小囊君，你这个天雷好好玩呀，我也想玩。你个小笨蛋，哪有人主动找雷劈的？可是六哥就主动找雷劈了呀。他的脑子有问题，你可不要跟他学。你不信啊？你等着，我给你试试。小囊君，这是虾米呀？这叫打火机，功能跟火池子差不多，都是点火用的。这东西竟能凭空生火，太过神奇。哇哦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有火耶！四子，你不是想试一下被电的感觉吗？那可要看好了。咦，小囊君，这个东西可以放电吗？对啊，四子准备好了吗？来喽！哎呦，好麻呀！叶郎君，你怎么电的是我？四子还小，不能电他，所以就电下你，这就叫杀鸡儆猴。我也不是猴。我知道你不是猴，你阿姐是猴，还说我是猴，可恶！滋滋，都怪你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小囊君救我，我被阿姐电啦！你不是要被电吗？喊什么？别墅外天雷更凶，还想试？不玩了。哎呀，不好！高阳他们太可怕了，千万不能靠近六哥。阿兄，你们先别碰六弟，等他不抽搐了再送去太医院。丽兹，等他彻底不抽搐了是死了吗？那时候送太医院还有救吗？不会的，叶郎君说了，六弟顶多昏睡几天，没什么大碍。阿姐，你下来接我，我也想进叶郎君的别墅里玩。我帮不了你，别墅只迎有缘人，我与滋儿皆是自行进来，你想进只能靠自己。啊，可是我不敢啊。那你们还是回去吧，不要轻易冒险，要不然阿爷阿娘会担心的。叶郎君，你下来接我吧。今日你带我看别墅，明日我带你逛寝宫，我们便是朋友了。不行，进不了别墅的人没资格跟我做朋友，想进来就靠自己吧。哼，自己进就自己进，我还不信了。刚才李欣的下场，你难道没有看见吗？看见了又如何？阿姐和思子不都进去了？可是你看刚才李希被天雷劈中的样子，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怕！我高阳从无畏惧，只要天雷劈不死我，便7天闯一次，7年下来定能进去。哈哈，天雷没有劈我，我是有缘人，我进去了。高阳说的对，我们也试试。希望我们也是有缘人。我们也进来了。大兄，如何？要不然你也去试试。青雀为何不是？你是太子，该做表率。他们不懂规矩，我懂，绝不会先你进去。你平日什么都要跟我争，这时候倒是谦让起来了。我只是想在父皇母后面前表现，并无与你相争之意。阿兄，我想进去跟阿姐他们玩。你不怕天雷劈你吗？天雷没有劈阿姐，应该也不会劈我的吧？那可未必。可你看方才李勋被天雷劈中的样子，你就不怕吗？我不怕，我一定要进去。不要劈我，不要劈我！我进来啦。咦，真稀奇，难道天雷是每日只触发一次，还是门开了就能随意进？不好，有电流！好痛，怎么偏偏劈我？小囊君，为什么只有6哥和4哥被天雷劈了呀？可能因为他们心里有鬼吧。这位叶郎君长得真好看，就是发型很奇怪。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难道我的脸上有花？叶郎君长得可真是俊美，只是为何这头发……我这叫寸头，剪短了不用打理，十分省心。寸头，原是说头发长短，说法倒有趣。大家都进来坐吧。要去看电视啦，好开心！给这群大唐人看看现代娱乐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技。什么动静？这里面有人，还在说话，到底藏在哪里了？阿姐，你们好胆小哦！这个是点石机啦，可以看唱戏的哦。这叫电视机，是1000年后的物件，就当它是戏台，能留存戏法，随时看，真是神奇。叶流流云，你给我下来！李二，别在我家门口大呼小叫的，像一样。你这个混账小子，真是气死朕也！气死了吗？我看你这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吗？朕不跟你做口舌之争，你为何要把清库他们电得人事不兴？他们自己想进来，结果没能经受得住考验，这能怪谁？我与他们素不相识，何必为难？豫章他们不都安然进来了？可是为何青包他们进不去呢？不知道，要不然你自己试试。你当朕傻吗？哈哈哈，你可不傻，你比猴还精，你只是胆小而已。叶流玉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进？朕来了，哼！你早就想用天雷劈朕了吧？可朕偏偏不上当。李二，你都不如你儿子有种，
堂堂天子，胆子这么小，你这小子竟敢如此羞辱朕！叶郎君，莫激陛下了，其安危关乎社稷，不可冒险，便由我来一试。观音癖不可！阿聂，你就让阿娘试试吧，我觉得她可以进来的。荔枝向来稳重，为何如此肯定？阿娘，我在这里等你哟，你快来吧。好吧，就依观音婆一次，千万不要有事，观音婆。一定要没事，阿娘一定要顺利进来。果然，我是有缘人。这别墅竟比皇宫还要精致奢华。叶郎君，你家可真漂亮呀！欢迎长孙皇后，你只以漂亮夸赞我家呢，文化人当用更雅致之词呀。我算什么文化人？不过一介妇人。你的别墅极尽奢华，我已无从形容。嗨，我这别墅也就一般吧，在后世顶多算是中等偏下。是吗？那还真的生活该有多么的富贵和奢华？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论奢华与否，家也就是个住的地方。皇后请坐吧。这倒也是，家就是居住的地方，只要舒适安心即可。就是不知道叶郎君家里还有几口人，可曾婚配？长孙皇后，你这是来我家搞人口普查，还是在查户口呢？抱歉，我只是对你好奇才多问。叶郎君可以不必回答。告诉皇后也无妨，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不曾婚配。叶郎君如果有成婚生子的念头，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皇室呀。豫章、高阳和陈阳都无婚约在身，若是叶郎君愿意向陛下求赐婚，陛下应该会同意的。让我求李二赐婚，他不给我穿小鞋才怪，我才不去呢。叶郎君若有顾虑，我去跟陛下谈，定不让你为难。我已有婚约，终究是没资格的。如果真的要选，我选励志，我与他认识更久，了解更多。叶郎君选了我，可是叶郎君，励志他已经有婚约了。我知道，跟长孙冲嘛。李世民想要亲上加亲，顺便巩固一下统治。我倒忘了你是后世之人，既知晓此事，便该明白励志的婚约不可更改。如果我说近亲成婚，一旦下畸形孩儿，皇后与陛下会改主意吗？叶郎君此言当真？真不真全看陛下与皇后。此事只大概率，只要你们狠心真假便无所谓了。此事重大，必须慎重考量。叶郎君真的喜欢励志？我对丽丽只是朋友间的喜爱，谈不上情爱，毕竟才相识2天。原来只是朋友间的喜欢，是我想多了。我与陛下此前不知近亲成婚之害，多谢告注。古代医疗体魄不如现代，女子不宜早婚早育，更需禁止近亲成婚。我知晓了。叶郎君觉得陛下算上合格帝王吗？陛下堪比秦皇汉武，堪称千古一帝，为政之道无可挑剔。政治方面没什么问题，这意思是私德有愧。阿娘，叶郎君说民间传言父皇他爱好人妻，这怎么可能？杨妃，此事终究是瞒不过他。叶郎君，你身为后世之人，看得出来陛下纳下杨妃是一场政治联姻？恐怕不止如此吧。史料记载美若天仙，李世民估计是见色起意了。叶郎君，你同为男子，自然懂男人的心思。皇后不必多虑，今日不过闲话家常。叶郎君，你可有需求？譬如食物、饮水？这个不需要，我能够自给自足。阿娘，小郎君家里有很多好吃的。你个小家伙就知道吃，你看看自己的小肚子都吃那么大了。阿娘，你不是说多吃东西才能长高高吗？我想长高高。你想长高，那得多吃饭才行。为什么啊？零食也是食物啊。呵呵，阿娘为森米不说话，是被围问住了吗？是啊，四子太聪明了，阿娘都答不上你的问题了。嘻嘻，阿娘你看，这个是小郎君送我的套圈水机。是吗？真有意思，后世之中的能工巧匠还真是多啊。不止呢，阿娘这个是点石机哦，也是小郎君的宝贝。这就是励志之前说的那个电视机吧？竟真能将表演完美复刻下来。那叶郎君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先等等，系统1000崇拜值换之通人性的，只要字子安全就值。哇，好可爱的仓鼠，谢谢小郎君。丽子，替四子拿着，这是仓鼠的口粮。叶郎君太过客气，四子这孩子倒是一点不见外。皇后不必客气，我很喜欢字子，他也随时可以来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四子再见了，有时间再来我这里玩吧。我现在就有时间啊，我不想走，我要一直待在这里。这可不行，你阿爷也很想你啊，可不能有了小郎君就忘记你阿姨。可是阿爷有阿娘，还有阿兄阿姐陪，小郎君只有我。你这小家伙，说的我都要哭了，赶紧走吧，大不了明天再来嘛。四儿，叶君身为大人，自己的事情做，若是想他，明日再来便是。终于走了，小家伙还怪能煽情的。观音壁，叶留奇那混账小子没拿你怎么样吧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臣妾是主动去叶郎君府上做客，并非他掳走，怎可这般说话？朕这不是没能进去，所以有些着急嘛。叶郎君这个人真诚大方，幽默诙谐，是个可交之人，而且他来自1000多年后，又会神通手段，臣妾觉得陛下应该拉拢他。朕也想拉拢他，可是他油盐不进，根本不出来啊！而且你听没听到他叫朕什么？叫朕李二，就连父皇都不敢这么叫朕。这只不过是一点小矛盾而已，其实根本又算不了什么。只要陛下愿意放下身段，跟叶郎君说和，想必他也不会斤斤计较的。什么？他既骂朕，朕还要低头去和解，朕的颜面何在？不像呢。臣妾想要利用联姻的方式来将叶郎君与皇家捆绑，可他还是不肯服软，断然拒绝了臣妾。朕的公主个个出色，他竟还不稀罕，实在可气。想当驸马，受点委屈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依臣妾看，他是后世之人，不看重公主身份。你是朕的公主，在他眼里只是乡野之人，不值得高看。并非如此，只是后世人不敬畏皇权，在他眼中，公主与常人并无二然。行，
他是后世人，他厉害，可他嫌弃豫章他们年纪小是什么意思？他就不能入乡随俗？朕如今去哪儿寻适龄公主给他？适龄公主不好找，那有了，或许可以让襄阳公主和离。你去问问她，可愿接纳和离女子？朕让襄阳公主与萧罪和离，再嫁与他。陛下，这主意也太荒唐了。襄阳公主已嫁，怎可轻易和离？陛下，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，这种事怎么能做？萧睿之父乃是宋国公萧惠，当朝宰相，地位举足轻重。陛下若执意如此，萧惠定会撞死在太极殿金柱，朝局将无法收拾。朕这也只是随口一说而已。叶郎君说，如果让他选择的话，他更愿意选励志。这样啊，那就把励志嫁给……等会儿，你说谁？阿叶，其实叶郎君只是拿我当个托词而已，他只把我当朋友。他若是不喜欢，为何特意提起你？他为何不提自儿？阿爹，小囊君可喜欢我啦，我是他最疼爱的滋滋哟。你看，这是小囊君送给我的套圈水鸡和仓鼠，阿姐可是什么都没有。那这小子送你一只老鼠做男人，赶紧给我拿出去处理掉！别坏坏，阿爹，我不理你了。仓鼠不咬人也没鼠疫，叶郎君不会害思儿的。父皇，嗣子害怕。咦，这只仓鼠还真是有点神奇啊，好像能听懂我的话。小家伙，听到朕说要把你处理掉，你就生气了？打不过我就躲，小主人会保护我。小白，你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叶流云还真神奇，这仓鼠通人性，跟人没两样。励志婚约不可改，今年必嫁，悔婚必惹府姬不满。永久还嫁给表哥，不能和叶郎君相处了。臣妾要告知陛下，叶郎君说近亲结婚会生出畸形后代。竟有此事，观音贝你怎么看？臣妾觉得陛下可以先调查，确有其事，便以此解除婚事。什么？你竟然赞成解除励志和冲儿的婚约，这是为什么？臣妾有3点缘由，不得不赞成悔婚。近亲成婚危害巨大，皇室与长孙家绝不能有残障子嗣。其次，叶郎君对励志另眼相看，二人多相处必能日久生情。最重要的是，励志已经喜欢上叶郎君了。李子，这才多久你就喜欢上那臭小子了？我确实喜欢上叶郎君了，可他只把我当妹妹，你有这份心思就够了。多相处，他定会为你倾心。近亲危害是真，可朕不知如何跟府姬开口退婚。陛下负责调查，臣妾去约见兄长，他定会主动解除婚约。阿姐要和叶郎君联姻，我们再也没机会了。父皇，叶郎君说大唐仅存289年，共21帝，可您是千古一帝。什么？我大唐只延续了289年？叶郎君只说天下大序，合久必分，没说灭亡缘由。朕一定要查清缘由，提前布局，让大唐国运再延1000年。臣妾问过叶郎中，承前可否为帝？他避而不答，神色怪异。朕早早立他为太子，怎会出岔子？他避而不谈，定是承前没能当上皇帝，出了大变故。朕付出都要拉拢叶流云，改写大唐未来。一切为了大唐，定要促成励志与叶郎君的姻缘。叶郎君没说，定是有顾虑。明日让励志再去问问。对了，豫章，你刚才说叶流云称朕是千古一帝？不错，父皇与秦皇汉武齐名，后世称您为唐太宗，是千古一帝。太宗是朕身后的庙号，可惜朕仍未超越秦皇汉武，政绩还算不得惊天动地。陛下不必自责，千古一帝已远超寻常帝王。不够，有他在，朕能更好。朕该亲去与他好好谈谈了。李子，你当日为何笃定你阿母能入别墅？儿臣只是猜测。父皇想想，别墅为何会有天雷守护？自然是怕朕降罪于他。他私至皇宫，本就是大不敬。父皇，叶郎君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与后宫有半分逾矩。天雷是守护叶郎君，心存恶意者都会被天雷惩罚。所以皇后无恶意可入，朕有恶意便被被阻。正是，心中绝不能有害他之念，否则必遭雷劈。嗣子与弟妹天真无邪可入，李谢李泰心存不善才被劈。原来如此，天雷便善恶，不纳心术不正之人，是朕错怪他了。是皇子们心术不正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李琦、李泰不准靠近掖庭宫，违者打断腿。诺。清规太过不懂事，等他醒了，臣妾必会好好训诫。大人说话好无聊，还是玩小囊君送的玩具吧。咦，嗣子，你怎么把叶郎君的打火机带回来了？我不知道呀。明日还给叶郎君。李子，你说这是什么鸡？看着可不是活物啊。阿爹，这叫打火机，不是活鸡，是能凭空点火的工具。这是什么能凭空生火？果然和叶郎君演示的一模一样。小小物件竟能凭空生火，太过神奇。叶郎君还有好多大唐没有的宝贝吧？阿姐你都见过？当然呀。阿姐、嫂子，你们的魂魄被锁进纸里了吗？不是魂魄，这叫照相，如作画一般，瞬间留住真容。我也想照相，阿姐明天带我们一起去找叶郎君吧。我也想去。李子，把那打火机给朕试试。阿耶，你不会想据为己有吧？这是叶郎君的东西。朕乃大唐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何其物没有？阿耶没有打火机，也没有照相机。观音坊，朕觉得不能对不起府姬。立兹婚约照旧，改许豫章如何？阿耶，豫章太小，汝南又主病，都不合适。陛下别吓他了，李兹早已对叶郎君动心。他有情人家无意，自然要多被备选。给你，只举事，不许贪，君无戏言，不可忘解除婚约之事。神奇，后世造物远胜大唐啊！若叶流云助朕革新技术，大唐国力必翻几番。
相机火币已然神奇，民生国际想备更为玄妙。陛下循序渐进，先与夜郎君交好，不可太过功利。他仍唤陛下李二，关系疏远，不可强求。你说的对，先修好关系，再谋后事。荔枝，你觉得朕什么时候去找他聊聊合适？待父皇不再满心算计燕流云的时候。朕是求贤若渴，礼贤下身，错过燕流云才会遭天打雷劈。父皇功利心太重，仍可能被天雷判定为恶意哦。朕真是太难了，想好好谈一谈都如此不易。阿爹想跟小囊君说什么，我可以帮你转达哟。你去别墅多为阿耶美言，潜移默化改他对阿耶的印象。这样吗？好的吧，我记住啦。真乖，阿耶没白疼你。阿耶，君无戏言，快把打火机还给我，明日要归还。好吧，你们可自由出别墅玩耍，但绝不可惹叶流鱼生气，否则禁足。父皇放心，我们绝不惹夜郎君生气。都回去休息吧，我跟你们阿娘还有事商量。观音起，我怎感觉玉章他们也对叶小子动心了？正常，夜郎君足够出色，自然吸引女性。难道观音妾你也动心了？陛下胡说，别拿臣妾开玩笑。随口说说罢了。商议调查近亲成婚危害，再解荔枝婚约。剑客太难了，队友太坑，我尽力了。我住在贞观7年大唐皇宫，你敢来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难道信了？唉，人生寂寞如雪啊，实话竟没人信。系统，给我推荐点保命的道具。好家伙，个个都要几10万，我才12万多，有点小贵啊！系统，宿主可通过与他人沟通获取崇拜值。行了，你先退下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刮刮乐1000崇拜值1张，别坑我，概率如何？我顶你个肺啊！那跟零有什么区别？宿主请冷静，普通奖品的中奖率还是很高的，1000一张不贵，就当试试手气。那就信你一次，给我买10张。先洗个手，玄不改非，客不改命，求个心安。王母娘娘9天玄女保佑我，给点好东西吧。来了，好激动啊！所以呢，让我去抽水摸鱼吗？再来1张，再垃圾我就认了。丁，赚翻了，这波直接血赚。除戒指啊！系统，这个不用滴血认主吧？不用受罪还能独享，太爽了！哇，这是液态金属机器人，像科幻电影里的那种，正好当我保镖。给我变成这样，以后你就叫阿诺。是，主人。最后1张，再来个好东西！恭喜宿主获得了巴雷特。我的个乖乖！系统，再来100张刮刮乐，我要缩它。抱歉，宿主，每个月最多只能兑换10张刮刮乐。藏好保命，关键时刻能镇场子。科尔，你说叶流林来自后世，还有神通？是的，弟弟与李泰皆是擅闯夜郎君别墅，才被天雷所伤。王公公刚传旨，无父皇命令，弟弟不准靠近叶庭宫。不让他去也好，他性子急躁，得罪此人后果难料。弟弟确实不沉稳，行事太过鲁莽了。还好未牵连于你，你若去他别墅，定要恭敬相待。可别墅外有天雷，我不知高阳他们为何能进。我猜天雷能监测心性，真心做客可入。明日我便去试，若能拜师，未必不能争一争皇位。阿姐，你在笑什么？我没有笑啊，滋滋，你应该是看错了吧？我没看错，阿姐，你刚才偷笑，莫不是想着以后嫁与夜郎君才这般吃相？哪有啊，高阳，你可不要胡说，我才没有想夜郎君呢。还说没有？你脸都红了。你现在的表现可是有些不打自招，看样子你是思春了。只恨我年纪尚小，我若与阿姐同岁，说不定夜郎君便肯与我联姻了。你这小丫头还想跟我争？夜郎君只怕只当你是个孩子。小囊君最厉害，我最喜欢小囊君了，小囊君也最喜欢我。小囊君，我来啦！夜郎君，你醒了吗？你们进来吧。哇哦，好内涵呀！夜郎君，机器人是什么人？机器人并非真人，与布娃娃类似，只是材质不同。小囊君，阿诺扛走嘛，能不能打得过宫中禁卫啊？就算把他们全都叫来，也不可能是阿诺的对手。竟然能打赢所有人！对了，夜郎君，昨日思子将打火机带回宫中，今日特来还你。就这小玩意儿还拿回来干嘛？不就一个打火机吗？喏，一人送你们一个。励志，你们平日在宫中都做些什么？可会觉得无聊？无聊时倒也有几分，只是无照不得出宫，也是没法子。还真是枯燥乏味的一天。小囊君还有窝，出去玩一定要带上窝，窝有小钱钱。就1文钱啊，这能买什么？夜郎君在家吗？李克前来拜见。李克，你来做什么？不过不知道你们2位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得知夜郎君来自后世，学识渊博，特来请教。我也如此。我只是本科大学生。夜郎君是本科大学生，那代表读了几年书呀？小学6年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大学4年，一共16年。我年纪都大，太学夫子都不如你。比不了，我学的太杂，不如精研一道的老学究。杂不正是博览群书，知识渊博吗？荔枝，你是我请来的捧哏吗？再夸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后世知识更详尽，郎君完全有资格做我老师。别拍马屁，做客混吃可以，
请教拜师免谈。小囊君，我就喜欢混吃混喝。只要自儿喜欢，我养你一辈子也行。既然郎君不愿谈学问，那我请教些历史之事可好？你是想问下一任皇帝是不是你吧？大男人吞吞吐吐。抱歉，不用抱歉，下任皇帝不是你。什么？我是嫡长子，也是太子，怎么会不是皇帝？难道我死得比较早？你活到26岁，确实死得有点早。我只活26年，难怪没当上皇帝。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还有什么消息比我英年早逝更坏的吗？当然有，你没当皇帝不是早逝，是被李世民废了太子。我被废了太子，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阿兄、阿姐，你们在叫什么呢？没事，思子，你继续玩吧。叶郎君，父皇因何罢免我？新太子又是谁？你是不是热爱骑马射箭、游猎尚武？没错，可这有错吗？父皇也是马上皇帝，岂能因此废我？我知道你急，但先别急，话没说完，还想不想听？想，叶郎君请说，我绝不打断。贞观7年，你骊山狩猎坠马，落下跛行后遗症。一国之君怎可瘸腿？难怪父皇废我。阿兄，今年就是贞观7年，你还没瘸。多谢叶郎君提醒，承德绝不再重蹈覆辙。其实你瘸后，你父皇没放弃你，是你自暴自弃，甚至爱上……小囊君，阿兄爱上谁啦？当然是最爱最可爱的思子呀。我是最可爱的，我也最爱小囊君。那阿姐和叶郎君，你更爱谁？哎呀，阿姐，我只是小孩子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滑头，敢转移话题，看我挠你痒痒！阿姐要挠我，我要逃跑。我拖住字子，阿兄快问，他很快就回来。叶郎君，我瘸后爱上谁了？是宫女吗？若是宫女就好了，你父皇也不会气个半死。难道是父皇的妃子？我绝不可能如此大逆不道！你与太常越人厮混被发现，父皇杀之，你还立碑痛哭，竟然喜欢男人，玩的也太花了。对不起，阿兄，我想起了高兴的事。什么高兴事儿？说出来让为兄也听听。我母妃的嫡母前2天生了，一下子生了3只。哼，我现在腿好好的，绝不会再发生此事。再喜欢男人，便挥刀自宫。可母后定会帮我调停，难道那时我连她的话都不听了？长孙皇后贞观10年6月已崩，她想帮也帮不了。什么？母后3年后就走？她才36岁啊！禁止伤害主人。抱歉，叶郎君，我失态了，任凭责罚。算了，阿诺，放开他吧。事关母后，我一时失控，还请叶郎君见谅。叶郎君，阿娘究竟是因何去世的？生病引发气急，最终病重而亡。气急。叶郎君来自后世，又有神通，可否治愈气急？叶郎君在吗？我带了些布料，想为叶郎君做几件大唐衣裳。阿娘做的衣服可好啦，我身上这件就是。脸色这么差，可是惹叶郎主生气了？阿娘，我没有。那手腕为何青紫？叶郎君，快替我解释。他确实没冲突，只是想抓我衣领罢了。给我合了解释，否则不准再踏足此处。不要，阿娘。皇后不必较真，她只是关心你的安危。原来是我的寿数之事，才让他如此失态。对太子严苛可以，但需张弛有度，否则一生逆反。受教了。不过叶郎君，日后莫称陛下李二了，以后说不定咱们会成为一家子。行，我以后注意。此处不宜有外人，尤其是四子。四子，花园里有个像宝石一样的蓝色水池，我们去玩好不好？好呀，我去玩了。告诉阿娘，你与思子能活多久？这是叶郎君给的特效药，虽不能根治气急，却能缓解痛苦。只要有它，我们的命运一定能改变。荔枝，你都扛得住，阿娘也扛得住。说吧。阿娘，您36岁，我23岁，四子12岁，都是气急发作走的。什么？阿娘，你怎么了？快给他喷特效喷雾！阿娘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有了这药，我们都能活下去，都能长命百岁。这瓶这么小，3个人用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叶郎君，以你的神通，不能彻底治好吗？暂时还不行，等我研究出丹药再说。暂时不行，就是以后可以。需要什么药材？父皇可倾全国之力寻找。只要能治好，封您为王侯都可以。你们帮不上，只能靠我自己研究。请叶郎君多多费心，我想多陪陛下和孩子。皇后使不得，相逢即是缘分，这是天意，我不会袖手旁观，定会救你们。叶郎君，我来给你量尺寸做身衣裳吧。阿娘，你们干嘛？我也要玩。那我们先告辞了，叶郎君再见。
我要跟小囊君一起睡。不行，你睡觉不老实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这竟是你们的未来。陛下，小声点儿，别吵醒思儿。是朕失态了，此事太过沉重。阿迪，别急，夜郎君一定能治好我们。朕之前差点得罪死他，现在想想都怕。对了，陛下，有关近亲成婚危害之事，调查的如何了？正在统计，还需几日才能验证。那朝中大臣对夜郎君有何意见呢？他们都想见，被镇压了。朕还没谈，轮不到他们。那陛下准备何时去找夜郎君谈？再过2日，天天去怕他烦，免得吃闭门羹。这2天谁都不准去打扰他。什么？2天都不能去夜郎君别墅？我是怕四子闹，他今天一路都在埋怨我。小孩子哄哄就好。哎呦，你这小丫头，怎么2天没来？难不成被关起来了？对了，新月份刮刮乐能抽了，是否花费1万崇拜值购买10张刮刮乐？确定，赶紧的！阿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给点好货！恭喜宿主获得跑车1台。车是好车，可我不敢出别墅啊！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淬体丹1枚，淬体丹可助服用之人一经洗髓，脱胎换骨，大幅提升修行天赋，还能随机觉醒一种灵体。先接收这神通，看看究竟是什么效果。恭喜宿主获得西瓜、自行车、酒水、令箭一柄。恭喜宿主获得李代桃章神通，价值1000万崇拜值。原来是替身之法，制作桃木人偶，滴血即可替死换位，妥妥的保命神技，有备无患。怎么回事？身体居然炸了，力气涨了10倍，竟然获得了雷灵体，还真不错了。小囊君，我来啦！之前还想他呢，这就来了。李世民和李渊也来了。小囊君，我在这里，我可想你啦！你这小家伙怎么2天没来了？我也很想你呢。都是臭阿爹不让我来，阿爹你快放我下去，我要进去找小囊君玩啦！别急啊，四子，阿爹等会儿带你一起进去。叶流云，朕今天也想进去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只要你能通过天雷考验就行。其实我无所谓的，对我而言，上门皆是客。那好，朕这就进去。慢着，我没反悔，只是你放开四子自己尝试，别连累到他。阿爹会被天雷劈，我可不能跟着冒险。励志，你们等我这个父皇一起啊！几个女儿没一个有孝心的。观音叟，还是你好，我们俩一起进去吧。臣相信陛下一定能进去的。为了不打扰陛下，臣妾就先进去等陛下吧。真是失败。父皇今日可是也想进去，那不如父皇先请。好你个李二，好事想不到我，坏事你就让我打头阵，你可真是个不孝子。好吧，那儿臣就先进去了。劈他！竟然没被劈，我顺利进来了。父皇，儿臣已经进来了，怎么样？你还进不进来？要不要儿臣等你啊？我思量数日，才敢冒天雷之险踏入别墅，你可要好好款待我呀！哪有登门便要主家款待的？父皇，你这也太丢人了吧！夜郎君，我想喝可乐，可否？想喝肥宅水，没问题，多大点事儿。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没2年活头的？我就是一句无心之言，难不成还一语成谶？2年后真是我的死期？喝肥宅水吧。你这话只说一半，吓得我心神不宁。莫说可乐，便是琼浆玉液我也喝不下了。夜郎君，我父皇难道真的寿命无多了吗？你有风疾是吧？贞观8年秋，你便会病重卧床；贞观9年5月离世。再活2年便至古稀，我何惧之有？父皇保重龙体，多活几年。您还未亲眼见大唐盛世呢，看不到也没事。有你这个天可汗，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。父皇竟夸赞我，这些年他非冷即讽，我莫非听错了？小囊君，我也要喝肥宅水。你喝这个吧，这是一种饮料，你就当水喝吧。好好喝哦，比肥宅水还好喝呢。对了，夜郎君，你看看这个。看来你确实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了。那么励志和长孙冲的婚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夜郎君为何这么关心励志的婚事？难道是喜欢他？我与励志年龄相差太大了，不合适。我之所以关心他的婚事，是因为他值得。朕与观音伯已决议解除励志与冲儿婚约，奏章先与你过目。那就好。古代女子15出嫁本来就太早，实在是不合理。那夜郎君，1000多年后的女子都会在多少岁出嫁呢？后世18岁成年。至于女子出嫁嘛，一般都在20岁之后了。那么晚才成婚，难道国家人口不会成为问题吗？后世国家有14万人，人口确实有些多了，算是个问题吧。多少？14万人，14万人年耗粮无数，即便国库全开，也不够吃吧？后世的国家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了1.4万亿斤，这怎么可能？便是仙界仙粮也无这般高产。后世国家能够供应14万人填饱肚子，你以为呢？有此高产粮种，大唐百姓便再无饥暖，定要拿到。那不知道夜郎君这里可有后世的那些高产粮种？有是有，但我干嘛要给你？只要夜郎君愿意给朕那些高产粮食，朕让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听起来还挺不错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他，就拿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来换。夜郎君想要《兰亭序》？《兰亭序》是我的命根子啊，宁愿封国公都不想为难你。换。
墨宝再好，终究是外物。两种关乎民生社稷，能富民强国，朕有何不舍？不错，这是土豆，它的亩产量从1000斤到数千斤不等。这如仙物一般，可不能碰坏了。这般惊人亩产，大唐若得此粮，来年粮产岂不大增数倍？我这儿还有红薯和玉米，亩产也能达到1000斤左右。不过兰亭序可换不到那么多，只能换点土豆了。什么？朕的兰亭序只能换一些土豆？你那兰亭式能当饭吃吗？我这土豆可是能当饭吃的。好，兰亭序换土豆就换土豆，不过其他粮食朕也想要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？还有什么想要的？好像没有了。朕看你和丽质挺谈得来，朕就将丽质嫁给你，如何？李二，你怎么又来联姻这一招？你问过丽质的意见吗？小囊君是我的。四子乖，你阿姐嫁与夜郎君，你还能同阿姐一起住进别墅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阿吉怎么会骗你呢？那好吧，我要住在别墅里，以后阿姐不能跟我抢小囊君哦。丽子，她简直是把你当工具人了。父皇把我许配给你，并非一意孤行，而是我本就倾心，自愿嫁与夜郎君。丽质，若你觉丽质年纪尚幼，可先定下婚约，待2年后再行大婚。夜郎君莫愣神了，朕联姻虽未拉近关系，可丽质情意真切。你若献出其余高产2种，朕便为你大开选美。选美就不必了，有荔枝就够了。哈哈哈哈，如此甚好。对了，你们等下，我去拿个西瓜。父皇，你不用渴，儿臣知道这第1块西瓜应该给你，这点孝道儿臣还是懂的。我是让你把那半个西瓜都拿给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点眼力劲啊？半个西瓜肯定是给丽质留的，在儿臣看来，父皇才是没有眼力劲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夜郎君既已与丽质定下婚约，肯定会对他额外照顾呀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吃瓜吃瓜，父皇1片，观音妃1片，朕1片，其他人自己动手吧。甘甜多汁，实在是美味。朕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寒瓜。系统，李渊和李世民他们的崇拜值呢？怎么没有提示？检测到宿主正在讨论终生大事，系统为宿主屏蔽了提示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囊君，我好撑哟。谁让你这小家伙这么贪心的？小心吃成小胖猪。猪是虾米？猪就是豚，胖乎乎的豚。我才不是猪嘞，阿姐才是猪。私子，这小家伙无端抹黑我，实在调皮。你个小家伙，吃的比朕都多。朕看夜郎君说的对，你就是头小胖猪。哼，小囊君说我是猪，我是猪就是猪，那也是小囊君养的可爱猪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后世丰收的状况吧。这是何物？竟能将如此广阔的天地尽收其中？此等神物，真乃旷古未有啊！这里是哪里？竟然有如此辽阔！这把稻粟收走的钢铁巨兽又是何物？这里是辽东渤海一带，与高句丽接壤，后世可是国家的重要粮仓。那不叫钢铁巨兽，是专门用来收割粮食的机器。收割机，后世人的智慧还真是惊世骇俗，竟然能发明这么神奇的机器。再给你看看这个，铁照巨船浮于大海，违背常理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万物生灵，唯有飞鸟可上天，铁器如何能凌空飞行？夜郎君，人真的能飞？能飞。可人是怎么飞上天的？坐着飞机上天的啊。后世有铁马、铁船、铁鸟，全都不用触力拉动，这是人的智慧能创造出来的吗？朕若是有幸能够去后世一观，那该多好啊！你可是大唐皇帝，若是去了后世，那后世还不炸开了锅？若是身份暴露，估计会引起轰动，到时候可就回不来了。观音嫂，我们走，现在就找府机把丽质和冲儿的婚约退了，明天就当众宣布叶流云和丽质的婚约。陛下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？眼下得了高产2种，尚能赶上春耕，若是耽搁，便要再等1年，大唐又会少收多少粮食？我也回去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玩吧。我带你们去坐车怎么样？车是铁马吗？是啊，不过那个叫汽车，不叫铁马。你们跟我来吧。咦，小囊君，汽车呢？是啊，夜郎君，这里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呀。难道还有密室？汽车藏在密室里？你们先闭上眼睛，心中默念10个数，汽车就会出现了。我要偷偷看着，不能被小囊君骗到。哼。励志，上车，我带你单独逛一圈。近亲婚配竟会生出畸形子嗣，此事凶险万分。皇后特意出示此文，必然另有深意。兄长不必拘束，此处非朝堂，仅为兄妹闲谈。臣不敢。兄长，此文你已阅，不知有何见解？近亲婚配贻害子孙，恳请陛下与皇后解除长孙冲与长乐婚约，保全皇室威仪。陛下定会感念兄长周全。此事缘起是否皆因叶流云？叶郎君告知此事，立志日后将许配于他。如此说来，皆是叶流云蓄意算计。并非如此，婚约之事乃是陛下主动提议。莫非此人来自后世，身怀奇术，陛下才不惜联姻拉拢？这确为后世之人，毋庸置疑。他用万世奇术，高产2种，增益天下，
至关大唐存亡。此番冲不敌，长孙冲品行端正，朕必会另行补偿。臣定当劝解长孙冲坦然接受。阿爷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竟敢偷我珍藏之物，今日定要严惩。不过是一罐糖水，何必如此动怒？此乃后世奇物，千金难换，你竟肆意糟蹋。千年之后，纯属无稽之谈。竟敢顶嘴，我定要打死！住手！不过一罐糖水，何必伤子？那肥仔水开盖，气泡翻涌，口感炸裂，世间无双，皇室权贵皆难求。此物乃是无上奇珍。既然如此，再寻一罐，让我与阿努尝尝。肥仔水乃后世奇物，千金难买，岂能随意收购？天下无不可买之物，我定寻来可乐。此物乃叶廷公叶郎君所赐，你若能寻来，我便认你为父。叶廷公，那乃是后宫之地，男子岂能居住？莫非此人与后宫有私情？大胆，休得妄议进宫密室！叶廷本为后宫，此事本就蹊跷。阿爷，如果那个叶郎君真的住在叶廷宫的话，那我也进不去啊。这可不是我不想给你买可乐，实在是条件所限啊。哼，小兔崽子，跟我在这耍滑头呢？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去找陛下要恩准，让你能够进入叶廷宫？阿爷，为了这么点小事惊动陛下，恐怕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是不是怕了？拿出你刚才的气势来啊！行，阿爷只管前去，若能得到陛下应允，我就去给你买一罐肥宅水。算了，老子大人大量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哼，阿娘，你说阿爷说的是真的吗？后宫真有一个叶郎君，他还能拿出1000多年后的肥宅水？应该是真的，这明显是皇家隐秘，你可别在外面乱说，否则要是闹得人尽皆知，恐怕你和你阿爷都难逃责罚。阿娘，我肯定不会乱说的，我是那种管不住嘴的人吗？你可太是了，一喝点酒连你阿爹是谁都不记得，满嘴的胡言乱语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被禁足了，1个月内不准出府，否则我就让你阿爹打断你的腿。不要啊，阿娘！我们走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系统，把我今天的收获播报出来。恭喜宿主，总共获得崇拜值834779点。这长孙无忌和程楚墨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也贡献出了崇拜值？太奇怪了，或许只是单纯数字巧合，并无特殊用意。眼下我已有近100万崇拜值，足以兑换治愈气级的丹药给丽兹他们吃了。可我刚觉醒雷灵体，急需一门功法来踏上修仙之路，是先换丹药，还是先买功法呢？系统，为什么治愈气级的丹药那么贵，都能比得上筑基丹了？服用筑基丹不就成为修仙者了吗？宿主，筑基丹是炼气大圆满境界后辅助突破至筑基的，并不是吃一颗就是筑基期了。靠，我就说修仙者在你这里怎么不太值钱呢？原来不是吃了就筑基啊！脊髓丹1万崇拜值，祛病丸1万崇拜值，基因优化1万崇拜值。系统，你特娘的真狗啊！有便宜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害我花1万崇拜值兑换特效喷雾，还准备花30万去买治愈气级的丹药，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！宿主，之前推荐的丹药不仅可以衣锦洗碎，还能够使人耳聪目明、气力大增、容颜不老。你就是想坑我的崇拜值，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嘛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创业初期。是本系统疏忽，作为补偿，为宿主提前解锁神级庄园第2功能洞天福地。洞天福地什么意思？修仙需灵气，可大唐没有灵气，修炼唯有依靠灵石。洞天福地本需500万崇拜值解锁，开启后居所灵气充沛，如今破例提前为你开启。我勒个去，原来还有隐藏功能！我说你怎么叫神级庄园系统？赶紧开启吧！好的，洞天福地功能开启。周遭空气清爽数倍，呼吸之间浑身舒畅，每一次呼吸都能滋养体魄，这应该就是修仙者所需要的灵气了。没想到歪打正着，激活了洞天福地，以后修炼不用愁了。系统，我要购买5雷正天诀。好的，宿主。扣除80万崇拜值，5雷正天诀发放中。这紫色灵光，便是功法传承之力。什么？陛下要解除我和丽芝表妹的婚约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，没想到近亲成婚有如此危害。只是陛下为何突然调查此事？莫非是有人想蓄意破坏婚约？前几日，列廷宫飞来一座别致别墅，屋主乃是1000年之后的来客，近亲成婚的危害皆是他告知陛下。凭空出现的别墅，1000年之后的阿叶，你莫非神志不清了？此事绝非虚妄，陛下与皇后早已核实，叶流云确实来自1000年之后。就算他是后世之人，凭什么干涉我与丽芝表妹的婚约？他怎敢得罪长孙世家？婚约绝不能废除。近亲成婚只是概率问题，并非必然，大不了日后规避便可。此事已定，明日我便上书解除婚约。然后长乐公主将许配给岳流云。什么？丽子表妹要嫁给他？原来是他蓄意抢夺，我定要杀了他！放肆！你可知岳流云何等重要？若2选1，陛下定会舍弃你，保全岳流云。凭什么？我是皇室姻亲，父亲身居高位，他一介外人，凭什么压我一头？凭他能培育高产粮，让大唐粮产倍增，你又能为大唐带来什么？可我依旧不服。皇后已然决断，长乐公主亦对他心生好感。什么？丽芝表妹竟倾心于他？他不过是依仗后世学识投机取巧，寄生虫何生云？这还气性如此之大！管家，速去请郎中。是。
一夜苦修，已然踏入炼气7层，不愧是我。小囊君，我来啦！咦，小囊君，你竟在楼下，是在等我吗？是啊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小囊君，抱抱。夜郎君，一夜未见，你气质变化片多，别墅气息也越发清新。不过是错觉而已，一夜之间何来巨大变化？夜郎君，昨日听闻齐国公亲自遣御医前往长孙府邸。齐国公便是长孙无忌，莫非他身体不适才请御医？听说是长孙表哥听闻婚约解除，气急攻心，当场呕血昏厥。想不到他竟这般气性，那他情况如何？御医诊治无碍，只需静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李世民行事利落，婚约一事已然敲定，速度倒是极快。若是长孙冲真被气出性命，长孙无忌必会记恨于我。长孙表哥因你而生变故，你为何丝毫不在意？我与长孙冲素不相识，自然无需在意。可他昏厥受伤，皆是因你而起啊！事事如此，无可奈何，立志我绝不会放手。我只是觉得，若是父皇将婚约定给我，便不会有这般纷争。你竟敢当着我的面觊觎夜郎君，我绝不饶你！好痒啊，阿姐，我错了。我要让阿蝶赐婚，把我嫁给小囊君，不让阿姐嫁。你这小丫头，就算阿姐嫁给夜郎君，也不影响你以后来别墅玩呀。因为丽兹，长孙冲吐血昏迷，你阿爹没让你去探望一下吗？其实昨晚我已经跟阿宇阿娘去过长孙府了，发现表哥没大碍，所以我才放心的。长孙冲就没对你说什么？说了许多，大致希望我别退婚。听闻我心意，便再次晕倒了。昨日他苦苦哀求，落泪挽留，我只得狠心拒绝。这般凄惨，那我要不要前去探望一番？夜郎君，你莫非是心怀戏谑，想去落井下石？竟被你识破，那我便不再前去，免得添乱。夜郎君，此事非你之过，你不必心生愧疚。这个给你。夜郎君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肯定是好吃的小零食。这是洗髓丹，一共3颗，吃了就能治好你们的气急。真的吗？夜郎君，我们的气急真的能够痊愈了吗？可你之前不是还没办法吗？这个嘛，因为我昨晚修为突破了。天啊，是雷电！夜郎君竟然可以掌握天雷，还说自己不是神仙。淡定，区区雷霆罢了，并不是只有神仙才能掌握。夜郎君，这个洗髓丹怎么吃？是直接吞服吗？你先跟我来。夜郎君，阿姐和阿娘还有四儿吃了洗髓丹，气急真的能痊愈吗？那是自然，难道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让阿爷都束手无策，让神医孙思邈都无能为力的不治之病，在夜郎君这里几日便能治好，实在不可思议。凑巧罢了，要不是我突破了，就算想治愈丽兹他们的气急，也得等一段时间。叶流云，你给我出来！夜郎君，是众表哥的声音，他怎么来这里了？那就去看看呗。这便是长孙冲，果然一副被宠坏的模样。你就是叶流云？是我。你是长孙冲？看来你认识我。听说过，没见过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励志表妹在不在这里？你找励志啊，她在里面沐浴呢。什么？沐浴？你个禽兽！你对她做了什么？冲表哥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豫章、程阳、高阳，你们也在这里？刚才叶流源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丽子表妹真的在里面沐浴？是的。怎么可能？现在可还是白天啊！碰瓷儿是吧？没事，我是不会那么轻易被打倒的。冲表哥，要不你还是回去吧。我不走，我要跟叶流云单挑。冲儿，长孙冲见过陛下，见过皇后。冲儿，你昨天昏倒2次，身体应该还没复原，来这里做什么？陛下，臣不甘心啊！刚陛下已经同意解除长乐公主和你的婚约，并把长乐公主许配给了叶郎君。可若你与丽金成婚，诞下畸形子嗣，皇室与长孙家何以堵住悠悠众口？陛下，犬子无状，不仅擅闯皇宫，还在宫内闹事。起来吧，腹肌，话不要说的这么的严重。冲儿不过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冲动而已。年轻人不气盛，那还叫年轻人吗？逆子，还不快叩谢陛下！长孙冲叩谢。不必多礼了，冲儿，身体未愈，尽早回去休养。陛下，丽志表妹在屋内沐浴，这般行为何其逾矩！豫章，丽芝如今身在何处？阿姐与思子在屋内沐浴，叶郎君研制出洗髓丹，需沐浴服用，方能涤净体内毒素，治愈气急。叶郎君修为精进，已制出3颗洗髓丹，阿姐与滋子各1颗，最后1颗专为阿娘所留。原来是这般，你这小子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一直不告诉我？你又没有气急，着急干什么？朕是没有，可是观音房、励志和思子都有啊，他们对朕特别重要，朕不能失去他们。我不知道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难道励志洗澡真的是为了吃药治病？别再说废话，赶紧走，别耽误陛下和叶郎君谈事情。等等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说。冲儿，你身体还没好，我不想追究你的事，别太过分。我听说你这别墅门口有天雷，谁闯进来就会被电，是不是真的？天雷不会伤人性命，顶多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逆子，既然你想去试试天雷的威力，那就去吧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
我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够掌控天雷。你书读狗肚子里去了。子不语怪力乱神是指孔子不主动谈论怪异、暴力、鬼神之事。叶流云，你是不是心虚了？怕我拆穿你的把戏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这里是别墅外面吧？我要迈进去了，哎，我又缩回来了，哎，我又伸出去了。叶流云，你别墅的天雷根本是假的，半点反应都没有。那里还是外面，前面才是大门。你再前行3步，便知天雷真假。我别说3步，就算4步也无妨。叶流云，你敢阴我？这样的话，应该会很疼吧？叶郎君，我替冲儿向你赔罪，还请速速收了神通。又不是我出手，我怎会这般无趣？不过是巧合罢了。那这雷电长枪何时才能消散？你看，这不就消失了吗？冲儿，不用喊了，已经电晕了。年轻人就是固执，不撞3墙不回头。叶流云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体谅一下溥仪的爱子之心。要不是他来挑衅我，我才懒得理他。观音嫂，你看这小子，朕已是他岳父，竟还这般无礼。陛下，今日前来有正事的，莫招惹叶郎君耽误要事。对呀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对呀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知己，你们随朕进去。陛下，此地天雷禁制凶险，我等贸然进入，恐遭惩戒。怕什么？朕都敢进去，你们的命难道比朕还金贵？即便中招，又不会要了你们的命，静养几日便可恢复。陛下，臣只是怕耽误要事，绝非贪生怕死。征战多年，我从未临阵退缩。天雷只针对心怀恶意之人，若无歹念，便不会遭雷击。原来还有诀窍，长孙大人切记收敛心思，莫因令儿之事触发怒雷。此事无需你多言，老夫自知轻重。尉迟恭，派人将长孙冲送往太医院，其余人随我入内。叶郎君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栗子竟然比之前成熟许多，而且还长高了不少。别墅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我刚沐浴完，要注意形象。咦，阿爷阿娘，你们也来啦？四子，快到我这里来。四子，阿爷叫我干嘛？是阿耶叫你过来的，你怎么不来阿耶的怀里？我跟小囊君有话要说嘛。小家伙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小囊君，洗髓丹好好吃哟，吃完以后我觉浑身都是力气。是吗？这说明世子的身体恢复健康了呀。大力吃子，可是阿姐的力气怎么比我还大？刚才沐浴的时候，阿姐使劲搓我，搓的我的皮都要掉了。洗髓丹净化肉身，肌肤早已焕然一新。洗髓丹吃完以后，身体里的杂质会排出来。你阿姐是为了替你洗掉那些污垢。接让吗？我都说让小拿君给我洗了。子子，你和丽日和头发都没有干吧？跟我去浴室吧，我替你们吹干。观音碧，你跟朕一起去看看。陛下不在，正好好瞧瞧这后室奇宅。方才此处空无一人，怎会突然多出壮汉？你是谁？潜入叶郎君的别墅是何居心？我叫阿诺，别墅的管家。叶郎君，我的头发还没擦干。浴巾不好擦，还是用吹风机快一些。先给字字吹干，避免着凉受寒。哇哦，小囊君，这个风暖暖的。后世造物精巧，竟有这般绝妙物器。叶郎君，这个东西叫做吹风机。对啊，春季湿发易染风寒，务必吹干。恭喜宿主获得2万崇拜值。来，励志，我来给你吹头发。叶流元，给朕住手！你们俩还没成婚呢，如此亲密，成何体统？励志，可以吗？没关系的，叶郎君，只是吹头发而已。朕说不行，吵死了！知节，过来把这门给朕拆了。我劝你不要动，要不然我可能会把你打死，很残忍的。我鸟都不鸟你。陛下，要不你还是出来看看，臣实在是来不了了。哼，来不了，你是腿断。阿爹，他是叶郎君的管家，叫做阿诺，他是机器人，很能打的。他很能打，我也很能打的。尉迟老黑，你个家伙的骨头这么硬，差点硌死我，你还有脸说长这么胖压死我了？住手！这里是叶郎君的别墅，谁允许你们在这放肆的？观音卡，你的身体太虚弱，还是不要轻易动怒，要不然诱发气病怎么办？陛下，叶郎君只是给励志吹一下头发而已，至于大动干戈的吗？
观音壁，你说的对，是朕错了，朕反省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我们坐下等一会儿吧。夜郎君和励志应该很快就会出来的。叶流云这个凳子坐着可真舒服，等会儿让他送我们一个，到时候放在立正殿里。阿叶，这个叫沙发，不是凳子。还有那个吹风机，朕也想要一个。阿爹，你是来抄家的吧？这也想要，那也想要。你是皇帝，不是土匪。你们三个是跟我一家的，还是跟岳流云一家的？阿爹，我们可是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说话的。阿爹富有四海，怎么还觊觎夜郎君的东西呢？刚才阿爹还对夜郎君大喊大叫。观音曹，快帮朕解围，别看着我被数落。本就是陛下理亏，我不便出言偏袒。大臣们定会帮朕打个圆场。啦啦啦！阿娘，我出来啦！阿诺，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事，主人，只是教训了2个大老粗而已。大老粗？啊？你傻呀？2个大老粗，2个，明显是在说我们俩。哼，这傻大个子敢说我是大老粗？哼，快拉倒吧你！他能单手把我举起来，力气大不代表实力强。你程咬金能被他擒住，可不代表他也能擒住我。你，尉迟老黑，你是不是欠揍？这里不适合打架，你跟我出去。出去就出去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好死了！什么？他竟然能掌控天雷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别乱来啊！朕可是你岳父，而且观音壁还在朕身边呢。他可是你岳母，身体又不好，你要是不小心电到他怎么办？逗你玩的，看把你紧张的！若不是雷灵体加持，炼气7层可施展不出这般精妙的雷法。朕今天已经在朝堂上宣布你和励志的婚约了，你小子现在是朕的女婿了，快叫声岳父来听听。我看看程咬金和那个谁怎么样了。对了，那个谁是谁啊？他是吴国公尉迟恭，你小子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？恭喜宿主获得程咬金尉迟服崇拜值5万点。真不好意思啊，2位国公，来我这别墅做客，还先尝了电击。叶郎君说的是我们梦障了。叶郎君，你看你这电也电了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补偿？有意思，不知道宿国公想要什么补偿？俺老程也不贪心，给1瓶肥宅水就行。若是方便，再来份桶面，那就更好了。这肥宅水和桶面就这么吸引你？叶郎君年少神通，胸怀广阔，自然不会与我一介武之计较。行，看你胆子不小，便给你一份。喏，给你。多谢叶郎君。日后叶郎君若肯赏脸光临寒舍，俺老程定好好招待。叶郎君，这肥宅水怎么像冰一样？放冰箱里冻过，自然就是冰的。肥宅水冰过以后口感更佳，若是打开后放太久，味道就够不好了。之前叶郎君送我的那罐肥宅水，我一直舍不得喝，3天才喝了一半，没想到被我家那逆孩子偷喝了，他还说是普通糖水，气得我把他绑珠子上抽了一顿。肥宅水开罐就要尽快喝完，别留夜。知节，把肥宅水给朕看看。陛下，这是叶郎君给我的肥宅水，什么你的我的，朕只是看看。皇后和其他大臣都在，陛下可要说话算话。叶流云，冰箱是何物？竟让肥宅水这么冰？冰箱类似于冰窖，可以冷藏食物。皇室没冰窖吗？皇室自然有冰窖，可那需要在地下密室储存大量的冰块。你这里也没有冰啊，冰箱为何能把食物冷冻呢？冰箱是用电的，通过电力制冷。具体的跟你说不明白，毕竟以你的智商，对电的理解也仅限于雷霆和闪电了。朕的智商怎么了？朕向来是聪明绝顶，足智多谋。伏击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陛下的智商很高。不过陛下，这中间隔着1000多年呢，你听不懂也正常，没必要跟叶郎君较真。说的也是，朕不跟你计较。不过你得补偿朕。哦，那你又要什么补偿？朕只要一个沙发，一个吹风机，一个冰箱。
吹风机、冰箱都需要电的，你能发电吗？不能。那吹风机和冰箱不要了，就要个沙发吧。沙发也不给。你今天来我这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赶紧走吧。你看你小气的，朕可是你的岳父啊！我和丽玉还没成亲呢，之前让你叫朕岳父，你说你和丽具没有婚约，今天婚约已经定下，你又说和丽具尚未成亲，那朕明天就安排你和丽具成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这个臭小子，真是油盐不进啊！朕要跟你单什么？单挑？是单独谈谈，你跟朕来。不然拉我进浴室，这人要做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不要乱来啊，要不然小心我电你。朕能对你乱来什么？你对朕乱来还差不多。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对你乱来，我可是正常的男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算了，还是说正事吧。朕是想跟你说，外面都是朕的臣子和家人，你给朕留点面子行不行？怎么给你面子？我这里的沙发都是有数的，少一个不就空一块，到时候多难看，客人来了怎么做？少来，朕就不信以你的本事弄不来一个新的沙发。行吧，你可以搬一张沙发走，现在可以了吧？你可以走了。先别急，朕不是为了沙发来的，而是为了高产粮食来的。这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那些高产粮食的种子赶紧拿出来啊，朕好安排人种植。我可没从未答应跟励志定下婚约就给你高产粮食，一直都是你在自说自话。朕知道，可是你留着高产粮食的种子也没多大用，拿出来却可以造福大唐百姓。如果能得到高产粮食，大唐收获的粮食翻几倍，未来在面对干旱、洪涝等自然灾害时，百姓家里有余粮，朝廷仓库有存粮，就不会再有饿殍千里、易子而食的情况出现了。你这是在道德绑架我。朕只希望你能为天下黎民多做考量。外人在场不便多说，朕诚心向你恳请，就当是朕替大唐苍生拜托你了。万万不可如此折礼，高产粮食我愿意献出，我是顾及天下百姓，并不就是顾及你的情面。朕看出来了，你小子就是嘴硬心软，夸我也没用。明天把兰亭序给我送来。什么？你这臭小子，朕刚夸了你，你竟然还想要朕的兰亭序？我跟你拼了！哟呵，你还敢动手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！阿娘，夜郎君好像跟阿爹打起来了。是啊，娘，这怎么办？夜郎君身怀神通，阿爷年纪偏大，万万不能出事。小囊君和阿爷打架，我该帮谁呀？一边是阿爷，一边是小囊君，好难选。阿爹那么大了还欺负小囊君，我要去帮小囊揍他。阿娘，你抓着我干嘛？我要去救小囊君。四子，你是不是搞反了？要救也是救阿爹才对，他哪打得过夜郎君啊？是吗？那我去劝劝小囊君，千万别把阿爹打坏了。陛下，夜郎君，你们没事吧？刚才好像传来了打斗声。朕没事啊，不过是跟叶流云聊了一会儿而已，能有什么事情？皇后放心，我们只是友好协商了下。没事就好。那高产粮食，土豆、红薯、玉米、水稻和小麦的种子，每种我都会提供1000斤。明天一早派人到别墅门口来拿。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方法就不必我多说了。至于这3种新型粮食的种植方法，请看 VCR。无纸笔记录，这般关键信息该如何留存？停！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在我家里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举动，好不好？夜郎君，这里没有纸笔，我们只能以一代纸，以血为墨来进行记载了。不跟你说了，要不然要遗漏细节了。停！培育方式，等会儿我会给你们一本小册子，你们按照小册子上的步骤培育就行。这个视频讲解只是为了让你们脑中有个具体概念而已，不必记录。别在我家里写血衣，搞得我这里好像有天大的冤情一样。夜郎君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们的衣服已经撕了，老夫的手指都咬破了。谁叫你们这么心急的？不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？哼，喏，给你一个创可贴，把它贴在手指上不就没事了？哎，好像真的不流血了，好神奇呀！别大惊小怪的，继续看视频吧。怎么样？你们现在知道朕没有夸大其词，更没有说谎了吧？后世确实有土豆、红薯这样高产的粮食。驸马叶流云是看在大唐百姓的面子上才献出这些粮食的种子。夜郎君拿出这些高产粮食，于国于民都有天大的贡献。而我们这些人坐井观天，鼠目寸方，竟然还怀疑高产粮食的真实性，确实是不识好歹，还请叶郎君恕罪。我不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，你们怎么想也与我无关。我做事只随自己的心意，不想管那么多。喏，这是新型粮食培育和种植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，你们自己拿回去好好研究吧。行了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是陛下。知节、敬德，你们俩把这个沙发给朕搬到立正殿去。知节、敬德，你们俩被雷劈傻了吗？没听到朕刚才说的话吗？陛下，这里可是夜郎君的别墅，如果要拿夜郎君的东西，是不是得先征得夜郎君的同意啊？是呀，陛下，不问自取是为贼，我们不能干这种事儿。废话，这要你们提醒吗？叶流云已经答应把沙发送给朕了。没错，我确实答应了。陛下只管安心，我们这就把沙发搬到立正殿。记住，拆开桶面，
将所有调料包尽数倒入面饼，注入沸水，盖紧盖子，稍等片刻便可食用。俺老程知道了，多谢叶郎君提醒。哈，叶流云，你这臭小子下手可真狠！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突然骂骂咧咧的？就是啊，父皇，叶郎君送你高产粮食，还送你沙发，你竟然还骂他，真是太过分了！你们知道啥呀？刚才在浴室里，叶流云这小子可没少对朕下黑手。你们好好看看朕的后背，是不是已经皮开肉绽、血肉模糊了？哪儿有啊？这不是毫发无伤吗？阿爷，你是不是得了癔症？阿爷，你的后背没有任何伤痕，就不要诬陷叶郎君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观音桥、玉章、四子，你们看看朕的后背是不是有伤痕？陛下，你确实没事。阿爷冤枉小囊君，阿爷是坏人。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？你想看什么？竟然真的没伤痕。我只是用雷电刺激了他的肌肉，但并不会留下任何伤痕。你自然是没受伤，毕竟我都没碰你，但我的手臂却被你抓出了几道痕迹。不可能，朕都没用力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你自己看。哎呀，我解释不清了。阿爷，你竟然冤枉叶郎君！好了，励志，既然我和你的婚约已经定下了，那你阿爹就是我岳父了。我们只是在闹着玩，不必认真的。臭小子，你阴朕不就要了你一张沙发吗？竟然这样对朕！不过看在你终于承认朕是你岳父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阿爹，你快把衣穿上吧，小心着凉哦。你这小丫头，刚才还说朕冤枉叶流云，朕是坏人，怎么现在又关心起朕了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阿爷不能欺负小囊君，小囊君也不能欺负阿爷，大家都要好好的。我是最公平的次子，阿爷不能乱说。是吗？朕看你可一点也不公平。哇，阿爷坏，胡子扎人。狮子，你的力气竟然变得这么大了。有吗？我知道了，吃完洗髓丹，我的力气就变大了哟。确实是洗髓丹的功效，吃完洗髓丹以后，我的力气也变大了好多，而且我还长高了不少呢。魏兹马乌没有长高，好可惜。励志，不是还有一颗洗髓丹吗？赶紧拿出来给你阿娘服下呀！哦，对，阿娘，这就是叶郎君研制出来的洗髓丹，你快将它吃了吧。之前听叶郎君提过，服用洗髓丹需要沐浴一番，洗去洗髓丹排除出来的身体杂质和毒素，我还是留着回景宫再吃吧。别啊，阿娘，叶郎君这里的浴室沐浴起来很方便的，你就在这里洗吧。不太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阿娘你跟我来，我教你怎么洗。叶流云，你这别墅实在太好了，朕都想拿皇宫跟你换了。我可不要你的皇宫，除了建筑看起来有些轰轰大气，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。我这里有电视机，你有吗？冰箱你也没有吧？停！你这里怎么什么都是带电的？难道后世的人都已经学会了如何掌控雷电？你看过风车吧？也看过纸鸢吧？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转的？小看朕，朕又不是傻子。风车和纸鸢都是依靠风的力量运转的。没错，风车和纸鸢利用的是风力，而这些电器靠的是电力，因此它们统称为家用电器。陛下，不过这个电可跟天上的雷电不同，后世的人只是发现了电力的用法，并没有办法真正控雷电。那你呢？你这样可以把雷电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，到底算不算掌控了雷电？我不一样，我异于常人，正常人也不可能从1000多年后穿越时空来到大唐啊！你只需要知道，后世人也只是人类，虽然脑子聪明了一些，但也逃脱不了肉体凡胎的束缚。后世那些你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利用智慧，借助工具达成的。人类并不能依靠自身肉地来长生久世，我不过是侥幸获得系统，方才与众不同。那么朕可以认为你已经不再是肉体凡胎，而是神仙中人了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我还没到那一步，你就当我是一名修仙者吧。修仙者就是由人向仙转变的修炼者。我可以通过刻苦修炼，最终飞升成仙，就像是科举考状元一样，多年寒窗苦读，只为一朝功成名就，一步登天。如果你日后真的成仙了，届时会抛下丽入吗？自然不会，我有可能留恋凡间种种，放弃飞升，也有可能带着丽树一起飞升，绝不可能抛下丽树不管。那就行了。朕第一次给丽志指婚就犯了错，差点让近亲成婚的悲剧发生在丽志身上。这次指婚给你，如果你日后飞升跑了，那朕可就太对不起丽志了。小囊君，飞升是虾米？飞升就是离开大唐，去别的世界。那小囊君会带上我吗？我想跟小囊君一起。好啊，以后我若是要飞升离开，肯定会带上你的。嘿嘿，小囊君最好啦。四子，难道阿义就不好吗？而且你要是跟叶流远走了，那阿义阿娘怎么办？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小家伙没良心的很，阿爹这么疼你，你竟然只跟叶流云这么亲。我跟阿爷也亲呀，阿爹不要冤枉我。哼，阿爹不生气，我抱抱你哦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胡子渣，小囊君救我！对不起啊，是阿弟忘记了。世子乖，想不想吃棒棒糖？想。
这些棒棒糖是不同口味的，有橙子、草蓝莓、芒果、蜜瓜。世子想要哪一个呢？我全都要。嘿，你个小家伙还挺贪心啊。问题是你那小手能抓得下10个棒棒糖吗？小郎君一个，阿娘一个，阿叶一个，4个阿姐一人一个，我还有几个？小笨蛋，你还有3个。我有3个，我能拿得下。好吧，就按照你这个分法来分。叶郎君，这个是糖吗？怎么吃呢？阿姐好笨，看我打。小南君，你帮我打开，还说我笨，我看你才笨呢，还得叶郎君帮你打开。哼，我也不用小南君打开了。你可真行，嘻嘻，好甜。后世人可真幸福，衣食住行都比我们大唐要强多了。这种糖如果放在大唐，一个卖1两银子应该不成问题。你都是皇帝了，怎么还这么财迷呢？而且大唐百姓虽清贫，却不愚笨。棒棒糖卖1两银子，谁会买？这种糖肯定是卖给富商士绅了，怎么会卖给百姓呢？如今百姓们连柴米油盐都舍不得多买，哪会有余钱买糖吃？不过有了你这高产粮食，想必不出2、3年，大唐百姓就不必为了粮食发愁了。到时人人都能吃饱，自然也就有闲钱改善生活了。卖给富商试婚，想法不错。不过我对钱财没有兴趣，我若真想赚钱，那很容易就能成为大唐首富。你小子可真能吹牛，还大唐首富呢？难不成你打算凭借你的神通去抢劫？我如果想赚钱，还需要去抢？信不信我随便拿出一点东西来，其他人都得抢着送钱给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何物？一个瓶子。这是一瓶酒，乃是后世名气极高的典藏好酒。竟然是酒，真香，应该是好酒，朕尝一尝。哎，等一下，难道你还想对瓶吹啊？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个杯子，小酌几口得了。这酒可烈，别喝醉了在我家撒酒疯。这么一小杯，你看不起谁呢？拿碗来，给朕满上。先尝，等会儿这瓶酒送给你了，你要喝回立正殿喝去，免得在我这里喝醉了。整瓶送给朕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这一瓶酒就想放倒我李世民，你也太小看朕了。朕起码能喝3瓶。哎，怎么还没喝就已经醉了？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还不信？想当年打了胜仗之后，朕与将士们同饮，一喝就是1晚上，3瓶酒都是朕考虑到这些年酒量倒退的保守说法了。罢了，朕不跟你计较，还是先尝尝这后世的酒到底如何。这是什么酒？为何如此之烈？简直比魏征酿制的林流和翠涛还要烈上许多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大唐的酒度数普遍在8到15度之间，你们平常喝的基本在10度左右。魏征酿制的酒大概也就15度，至于我这酒嘛，53度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，难怪这酒喝起来这般野性难驯。看来刚才是朕太过狂妄了，这1瓶酒朕都喝不完，更别说是3瓶了。这酒得慢慢喝，抿上一点，在嘴里仔细感受，不是让你牛嚼木丹的。你说的是，朕受教了。皇后吃了洗髓丹，看起来起码年轻了10岁。叶郎君过奖。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嗨，他酒量太差，喝醉了，我都让他少喝点了，可他趁着我跟思子玩的时候不停喝，现在倒好，直接把自己喝醉了。陛下竟这般不胜酒力，倒是少见。服用洗髓丹后，力气果然大增，搀扶陛下毫不费力。叶郎君，你看这……没事儿，酒杯和酒都送给我老岳父了。那就多谢了。叶郎君，那我们就先带思子他们走了，等明天再来找你。去吧。我不走，我要跟小郎君一起睡。想得美，叶郎君要睡也是跟我睡，他可是我的郎君。尉迟老黑，你一直跟着我做什么？你说做什么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这肥仔水和桶面你都得分我一半。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叶郎君的雷蛇我们2个都挨了，这肥仔水和桶面是他给出的补偿，自然也是我们2个分了。尉迟老黑，这肥仔水和桶面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要的，你躲后面像个鹌鹑一样言不发，难道还想坐享其成不成？为了从那个叫做阿诺的家伙手上救下你，我不仅被你砸了个滚地葫芦，还被皇后训斥一顿。你好意思吃独食吗？怎么说也得分我一半。哼，你还有脸说？我本来都要挣脱阿诺的束缚了，你偏偏在那时候冲过去，害得阿诺把我扔了出去，砸得我浑身都疼。你这话自己信吗？你那时被阿诺单手举过头顶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上了岸的鱼，只能等死。你要是能挣脱阿诺的束缚，那就不会被他举起来了。嘿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你个尉迟老黑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还想跟我平分肥宅水和桶面？做梦去吧你！你还跟着我做什么？
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平分肥宅水和桶面，你别想摆脱我。那我今天就不吃了，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跟着我。你，程咬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把我逼急了，要不然我就动手抢了。你敢？这里可是城府，你想在这里抢我程咬金，信不信我让人把你打出去？我不信，一帮土鸡王狗怎么能奈何得了我？即便加上你程咬金也不行。好啊，尉迟老黑，你敢看不起我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来呀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只有胜者才配享用肥宅水和桶面。我教训你这黑大个！哎呀，程咬金，你居然戳我眼睛，太不讲理了！那是你自找的。哎呦，尉迟恭，你居然偷袭我要害，太不地道了！你实在太过分了，你这人太不讲究。阿爷，吴国公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臭小子来的正好，赶紧帮忙给尉迟老黑头上来一下。程咬金，你无耻，你还叫人啊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当然可以叫人，打的就是你这个不速之客。楚墨，少跟他废话，找块石头给他拍晕得了。我是当朝国公，袭击我可是大罪，不就是国公吗？谁不是啊？楚墨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伤了算我的。阿娘，这该怎么办呀？之前你因为何事跟吴国公闹到这个地步啊？今天我们和陛下一起去了夜郎君的别墅，夜郎君送了我肥宅水和桶面，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可尉迟老黑这个不要脸的，竟然想见面分一半，你说我能同意吗？就为了一点吃食，至于吗？你们俩可是国公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这个就是没有打开的肥宅水吧？阿爹说过，刚打开的肥宅水乃是人间美味，味道销魂无比。我今天一定要尝尝。哇，竟然还是冰的，真刺激！只是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开的？别碰我的肥仔水！耶！别说叫阿弟了，就算叫阿翁都没用。拿来吧你！他们竟然一口都没给我留。算了，尉迟老黑，你特娘的真难缠。桶面我跟你一人一半，别抢了。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还把我打成这样，难道我就好到哪里去了吗？你要是早点答应，那我们俩至于打起来吗？找茬还吃不吃了？吃！阿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好疼，你给我下手轻点儿。是，明明是伤者乱动，却怪罪于我，实在委屈。阿爷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快说话呀！阿爹，够了，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打消报仇的心思吧。叶流云身怀神通，不仅他别墅外面有天雷守护，他还可以抬手召唤雷霆。你有什么资格跟他斗？你我都只是普通人，有什么资格跟神仙中人去斗？就连陛下都得看他脸色说话，我们的身份又能算得了什么？冲儿，你就认命吧，以后别再跟叶流云作对了。认命？那可不行。冲儿，你够了！难道你真想将长孙家拉入万劫不复的鸿渊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以后不仅不再跟叶流云作对，我还要去当他的狗腿子，跟着他混。你无耻！我长孙无忌怎么就生出你这个败类？叶流云我们惹不起，所以我想让你以后躲着他点儿。你可倒好，竟然要去当他的狗腿子！难道被人抢了未婚妻，还去给人当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吗？哎，爹，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呢？你想啊，你给陛下当狗腿子，现在当成了司空，长孙家也一举成为了朝廷新贵。我要是能给叶流云当狗腿子，那么以后五姓期望对我们长孙家来说也不算什么了。这样看来，我是不是比你更有前途呢？放屁！我给陛下办事，那是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给叶流云当狗腿子，那是奴淫三害，恬不知耻。依我看，你不如把我们家给丽子表妹准备的聘礼都送到叶流云的别墅去，向他讨个好，让他记住你。到时候他手指缝里随便露点，也比你在陛下那里辛苦当差来的强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以后你别再说是我长孙无忌的儿子，我丢不起这人。你不让我去招惹叶流云，怕给长孙家惹祸，我直接去给他当狗腿子，给长孙家找个靠山，这不是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吗？你还不高兴了？装什么呀？不知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？当不是没好处的。昔日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兵仙之，而我长孙冲忍受夺妻之恨，说不定也能因此青史停明。原本以为不使用筑基丹的情况下，至少需要2-3天才能突破至筑基期，没想到第2天就成功突破到筑基期了。迈入筑基期，我算得上是真正超凡脱俗的修道中人了。出！达到筑基期已可御剑飞行，只是未学正统法门，
操控不算得心应手。修为到筑基，又有桃木人偶后手，终于能放心出去了。阿诺，跟我出去玩玩。是，主人。对了，系统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禁止任何人进入别墅。收到，宿主。小囊君，你是知道乌来了吗？所以特意来门口接乌？算是吧。嘿嘿，我就知道。夜郎君，你这是要出门？丽兹，你可真聪明。我来到皇宫都好几天了，还没有出去逛过呢。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兴趣给我当个导游，带我在皇宫里转一转啊？有啊，我很愿意给夜郎君带路。要不然先去我的长乐宫看看吧。不行，要先去我的晋阳殿。小囊君答应过我的。为什么不能去我的寝宫呢？我那里清静。我寝宫环境好。夜郎君先去我那儿吧。夜郎君先去我那儿。哼，可恶的阿姐们全都想跟我抢小囊君，你们都是坏人。行了，一个一个来，先去世子的晋阳殿看看吧。叶流云竟主动走出了别墅。叶流云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想出来就出来了呗。你的酒醒了？咳嗽什么意思？是醒还是没醒啊？醒了。其实呢，朕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。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？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呀？昨天我拿出酒。行了，我们来是有正事的。你不是答应过今天要给高产粮食的吗？粮种呢？你不说，我倒是忘了这事儿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，你竟然忘了？大惊小怪什么？粮种已经准备好了。阿诺，去把粮种都搬出来。是，主人。知姬、敬德，你们也去帮忙。不用了，让阿诺自己搬就行。没事，我们怎么进不去别墅了？叶流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在家，外人无法进入别墅。这么厉害？肃国公和吴国公昨天是加入了戏班子吗？怎么今天化了这么丑的妆？这两个蠢货昨天因为你给的肥仔水和桶面大打出手，结果就互殴成这样了。最后谁赢了？谁也没赢，一人吃了一半。泡面的汤被程楚墨那臭小子抢去喝了，他们程家占我的便宜。嘿，你个无耻老黑！程咬金，你现在尉迟都不叫了，直接叫无耻了？你本来就无耻啊！我够了，再给朕丢人，朕就把你们两个发配岭南。不行啊，陛下，岭南交通闭塞，瘴气横生，俺老程家扛不住。再说了，我还想喝肥宅水吃桶面呢。是急，岭南的鬼地方也没有肥宅水和桶面啊。叶凌云，你看看。你的肥仔水和桶面比午时散还要让人上瘾。午时散有毒，肥仔水和桶面可没毒，顶多吃多了容易发胖而已。我们不怕胖，对，不怕胖。我管你们怕不怕胖，我又不给你们发俸禄，你们还指望我一直给你们提供肥仔水和桶面吗？叶郎君说的对，是我们贪心了。对了，我的兰亭序呢？这个贤婿啊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没得商量，之前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想反悔，没门儿。那你可要好好的保存它，千万不要让它有任何损毁。知道了，拿来吧你。这个你不打开来看看？不用看，想必你个大唐皇帝也不会弄虚作假。你这臭小子，简直是在朕的心头剜肉！早知道你看都不看，朕就给你带来一幅朕临摹的作品了。你的作品谁要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两种已经都交给你了，我跟丽密他们玩去了。去吧，记得好好保管朕的兰亭序。你说错了，他现在是我的了。咦，小囊君，兰亭序呢？我收起来了。那想到君抱抱。好。夜郎君，我也要抱抱。阿姐坏，小囊哥已经抱着我啦。他可以放下你，再来抱我呀。不行，就行。励志，你跟字争什么呢？走吧。阿姐，你怎么进宫来了？是来看阿爹阿娘的吗？丽兹，夜郎君怎么会出别墅的？兄长这话说的好没道理。别墅虽然是夜郎君的家，夜郎君也喜欢待在家里，但他又不是被关起来了，为何不能出来？励志，我只是随口一问而已。你看你着急的，怎么，你还没出嫁就已经无条件站在未来夫君一方了？励志，不给阿姐介绍一下你的未来夫婿吗？阿姐，这位就是叶流云叶郎君，
之前我因为担心四子闯入了叶郎君的别墅，因此和叶郎君相识相知。后面由阿爹撮合，我和叶郎君于昨日定下了婚约。叶郎君，这位是我的大姐香城公主，知孝莫懂礼法，阿爹曾下诏命诸公主以她为楷模。前2年，阿姐嫁与萧玉之子萧睿，依唐律，公主出嫁当另建公主府，大姐却主张随公婆同住尽孝，只修缮了萧瑜在开化坊的旧宅。大姐，你是出嫁早了些，要不然说不定就是你跟叶郎定下婚约了。我听高明说过，叶郎君乃是后世之人，而且还掌握了神通手段，这样的神仙中人，我又怎么配与他定下婚约呢？而且既然叶郎君是在我成婚之后才来到大唐，见到的第一位公主又是荔枝，那就说明他与丽兹有缘，与我无缘。大姐说错了，我才是小囊君来到大唐后见到的第一个公主，小囊君应该跟我订婚才对。阿姐抢我的小囊君，她是坏人。谁让你的年纪太小了呢，小不点儿。哼，我会长大的。我准备进去看看汝南，你们去吗？小囊君，我们先去看看三姐吧，她好可怜，一直生病都不能出来玩的。那就去看看。丽兹，阿爷准备什么时候为你和叶郎君准备婚礼啊？这个事情得看叶郎君呢。如果叶郎君同意的话，估计阿爷会立马让钦天监算良辰吉日。叶郎君，这里就是汝南的寝宫了。奴婢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香城公主、长乐公主、豫章公主、高阳公主、晋阳公主，还有这位，此人从未见过，却站在诸位贵人中间，还抱着晋阳公主，身份必然极尊贵。我等只是不受宠汝南公主的下人，不是这般贵人，今日怕是要大祸临头。怎么了？我很可怕吗？奴婢不敢，只是奴婢见识浅薄，实在不知道大人是谁，还请大人恕罪。我叫叶流云，昨日才与丽芝定下婚约，你们不用这么害怕，我又不会吃人。原来是驸马，奴婢见过驸马。行了，你们起来吧。谢驸马。叶郎君很好说话的，你们2个不必紧张。汝南公主最近的情况如何？回公主不大好，太医诊视过后只开了药方，今日奴婢煎好药，公主却不肯服用，还请公主入内劝一劝。不用担心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彩云、彩霞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药我待会儿再喝。汝南，你要是不当着我的面把药喝掉，我怕你会偷偷倒掉。是阿姐来了，不止我来了，高明他们也来了，还有励志的驸马叶郎君都来了。我们现在能进来吗？啊，大家都来了，你们进来吧。阿姐，你怎么不喝药药？不喝药药的话，病就没办法好了。思子乖，阿姐这就喝，我来喂你喝吧。小囊君，你放我下来！小囊君，你放我下来！阿姐好棒，奖励你一个棒棒糖。死子自己吃吧，阿姐就不……真甜呀！嘻嘻，甜吧？这可是小囊君给我的。与励志有婚约的不是长孙冲吗？什么时候变成这位叶郎君了？因为阿玉和阿娘发现近期成婚的话，后代畸形的概率会很大，所以就解除了我和表哥的婚约。还有这种事吗？那确实是应该解除婚约。如果孩子不是健康出生的话，那么他生下来就是一种罪魔，就像我一样，从小就是一个病秧子，每天都只能待在寝宫里。即便这样，我依旧很容易生病。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希望吗？我好像看不到了。我的人生一眼都望得到头，我不可能像阿姐和你一样结婚生子，甚至连正常生活都无法过上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叶郎君，你能替阿姐看看吗？之前炼制洗髓丹的时候还剩下1枚，就送给他吧。叶郎君竟然还有洗髓丹，阿姐你有救了！洗髓丹，这可是神药，就连阿娘，我还有四儿那无药可治的气疾，都在服用洗髓丹后痊愈了。所以阿姐你在服用洗髓丹后，一定也能恢复健康的。连气疾都能治愈，这药这么神奇？叶郎君可是神仙中人，他拿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是凡物？彩云、彩霞，你们立马去准备浴桶和热水，我阿姐要沐浴。是。叶郎君是神仙中人，励志，你说的我都有些糊涂了。阿姐不必着急，等你病好以后，跟叶郎君多多相处就知道了。不过你可不准抢我的叶郎君。小囊君，阿姐吃了洗髓丹，病就好了，以后是不是也能去你的别墅玩了呀？可以倒是可以，这得看他自己的意愿了。我的病如果真的好了，那以后少不得叨扰叶郎君，只希望到时候叶郎君不要嫌我烦就好。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要是阿姐在叶郎君的别墅里沐浴就好了，淋浴可比浴桶方便多了。没想到洗了一次澡，倒是让荔枝你惦记上了。那你要不要以后沐浴
都去我那里呀。好呀，好呀。励志，你和叶郎君还没有成亲呢，总去别墅沐浴，成何体统？哼，叶郎君乐意，我乐意，要你管。要不你去问问阿爷，看他管不管。阿爷肯定会管呀。你忘记他昨天差点让肃国公拆了叶郎君浴室的门？可惜肃国公不是阿诺的对手。阿诺，你会保护我的对吧？保护女主人是我的职责。昨天那2个家伙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听到没有，阿兄？你以后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让阿诺揍你。励志，我为了规避未来跛足的风险，现在连马都不敢骑。你竟然想让阿诺揍我？等他揍完我恐怕得瘫在床上一辈子了。高明，你未来会跛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日后会在狩猎时不慎坠马，从而落下足疾。不过叶郎君已告知了我，阿姐不必担心。我差点忘了，叶郎君来自1000多年后。对了，叶郎君，不知后世可有我这个香城公主的记载啊？有啊，香城公主下嫁萧睿，姓笑面，洞循归法，帝敕诸公主视为师室。听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女子想在历史上留名本就不易。我若不是沾了公主身份的光，恐怕还不足以被史官记载。汝南，你真的好了。是啊，阿姐，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是力气呢。叶郎君，多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恐怕这辈子也无法恢复健康了。不必客气，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。我们是一家人。既然你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在皇宫里逛逛吧。我还没在皇宫里逛过。都听叶郎君的。小囊君，我们去我的寝宫呀。行，我们去晋阳殿。小囊君，前面左转哦。四子，你的记性不错嘛，宫里这么多建筑，又有这么多条路，你竟然还能记得去晋阳殿的路呀？那是，我可聪明啦。我不仅知道去晋阳殿的路，我还知道去立正殿的路和去长乐宫的路呢。小家伙现在真是比猴都精。咦，那不是孔先生吗？臣孔颖达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各位公主。汝南公主竟然也在这儿，不知这位郎君又是何人？孔先生，这位是叶流云叶郎君。今天阿姐的病被叶郎君治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在皇宫里逛逛。原来这位就是陛下提起过的叶郎君，还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老夫孔颖达见过叶郎君。过奖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普通人？待叶郎君那3种高产粮食丰收之后，天下百姓家家户户为将叶郎君立生祠，朝夕供奉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以郎君对大唐百姓的贡献，日后出现这种事其实并不夸张。老夫还有事情要做，就不打扰郎君雅兴了。今日有幸亲见后世来人，回去足以向族人后辈花耀。叶郎君，我从未见过孔先生这般和颜悦色。往日即便面见父皇，他也始终神色肃穆，不苟言笑，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？那倒不用，毕竟孔先生说的都是实话。叶郎君拿出高产粮食，不仅功在当代，还利在千秋。是啊，叶郎君，你不知道，其实你拿出的3种高产粮食，等阿爷宣告天下的时候，并不打算叫他们的原名哦。不如你猜猜，他们会叫什么名字吧？什么？不叫土豆、红薯和玉米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土豆呢，父皇准备叫叶豆；红薯呢，就叫柳薯；至于玉米，自然就叫云米啦。你父皇这起的什么名字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叶郎君不喜欢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叶豆、柳薯、云米很好听哦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确实不错。以叶郎君对天下的贡献，将3种高产粮食挂以他的姓和名，乃是理所应当之事。你们竟然也觉得可以？可这3种高产粮食并不是我发现的，更不是我创造的。谁让叶郎君来到了1000多年前呢？这粮食谁先发现就谁命名呗。既然叶郎君能在他们尚未现世之时便将其拿出，便算作是你发现的，以你的名字命名，理所应当。算了，我懒得管了，爱咋地咋地吧。小囊君，那我们继续出发晋阳殿吧。好，继续出发。小囊君，你看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是不是又长又平？确实还算平整。你这个小家伙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今天我带小囊君来了晋阳殿，小囊君应该认识路了。明天小囊君能不能开小车车来接我？你想让我开跑车来接你？坐那个车车好舒服，好威风的。那你听不听话？小囊君又要骗小孩啦。我可不是在骗小孩，我就是问你听不听话。听话。听话，咱。既然字字听话，那我明天就开着车带你在皇宫里转一圈，怎么样？太好啦，谢谢小囊君，么么。叶郎君，你也不能太宠四子了呀，跑车的车身太低，很容易磕着的。没事儿，我明天开越野车过来。原来叶郎君还有别的汽车，之前怎么没看见？之前跑车不是凭空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吗？再出现一辆越野车也不算什么。那倒也是，叶郎君的出现本就代表着奇迹，所以在叶郎君身边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应该太过惊讶。小囊君，
那我还想坐直升机。四子，不许为难夜郎君，一会儿要坐汽车，一会儿要坐直升机，再过一会儿你是不是要天上的太阳啦？我才不要太阳呢，太阳太热了，会烫到小拿君的。你个小笨蛋，那是烫伤的问题吗？问题是你的要求不能太过分。可是我觉得小拿君可以做到。四子乖，不要着急，再等夜郎主修炼个300-500年，他就能直接带你飞上天了。3-5天？是300-500年。3-500年？那时候我还活着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嘿嘿，阿姐，你听到了吗？我能活500年啦！我要做四子老祖。夜郎君，你就宠四子吧，我看你干脆带他上天算了。这样啊，也不是不行。灵虚，出。哇，我会飞啦！啊！我肯定眼花了，竟然都看到夜郎君和狮子上天了。丽兹，夜郎君竟然会飞！我也不知道。天啊！可恶的小资子，竟然抢了我郎君的怀抱！夜郎君应该带我飞上才对。等你下来，非把你小脸揉成汤圆不可！哇哦，我会飞喽！小拿君，快看，那里有鸟，我们比鸟飞得还高。虽然做不了直升机，不过我会御剑飞行。狮子满不满意？满意满意，御剑飞行好开心！小拿君是天底下最内涵的人啦。那我们再飞高一点，去云层里看看好吗？好呀好呀。香橙、励志，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天上有什么东西吗？阿娘，你怎么来这里了呀？我听说你们带夜郎君来狮子的寝宫了，所以就过来看。咦，汝南？汝南见过母后。今日阿姐带夜郎君去寝宫看我，见我常年生病，就送了我一颗洗髓丹。我吃完后，身体就恢复了健康。竟是夜郎君拿出了洗髓丹，这样也好，日后你就再也不会经常卧病在床了。多亏了夜郎君，汝南会永远记得夜郎君对我的恩情。那夜郎君人呢？和树子在晋阳殿里面吗？你们怎么不进去？飞天而行，这不是只有传说中的仙人才能做到吗？咦，皇后也来了呀！阿娘，你嘴巴张那么大做虾米，是饿了吗？思子，你给我下来！这是我郎君的怀抱啊！可恶，阿姐竟然抢我的小郎君，我要跟你拼啦！阿娘，阿姐抢我的小郎君，这是我郎君，有婚约的。夜郎君，我也想和你一起御剑而行，可以吗？行。小郎君，带我还没上去呢。你这个贪心的小家伙，刚才都已经和夜郎君在天上玩了一会儿了，待会儿阿姐回来，该轮到我们了。我不！夜郎君不是说自己不是神仙，只是修仙者吗？这怎么还飞上天了呢？夜郎君不是说他会一些神通手段吗？御剑而行，恐怕就是其中一种吧。就像他之前能够掌控雷霆一样。你这么说倒也有可能。夜郎君还真是高深莫测，一直给我们惊喜，真羡慕励志啊！竟然能够嫁给夜郎君这样的神仙中人。汝南，你羡慕了？是啊，母后，我很羡慕励志。既然现在你的身体恢复了健康，要不然我去和你父皇商量一下，给你定一门婚事。多谢母后关心，不过我不想成婚。可你刚才还说羡慕励志有了如意郎君呢。阿娘，阿姐想嫁的是夜郎君，别说是阿姐了，就算是我也不想嫁给其他人呀。阿娘，我也要跟小郎君定下婚约。世子，你才3岁不到，阿娘，我已经3岁啦。就算你3岁，年纪也还是太小了，现在定什么婚约呀？小郎君。还有谁想上天体验一下的？我也想体验一下。小郎君，带上我。别着急，那就一个一个来吧。夜郎君，就剩下我了，你带我也体验一下呗。观音皮，你们刚才是在御剑飞行？是的，夜郎君带我们体验了一下御剑飞行的感觉。竟然真的是在御剑飞行，朕还以为是幻象呢。阿耶，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本来都轮到我御剑飞天了，却被你给打断了。哼，叶流云这个臭小子是纯好色，连香橙和观音娘都带着上天了，还没轮到你，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，谁好色了？当然是你！哼，你这小子香橙搂了也就罢了，连观音币也搂，当朕是死人啊！父皇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母后只是想体验一下御剑飞行的感觉而已，而且夜郎君也没有对我们失礼啊。是啊，陛下，可能是角度不对，才让你误会了。夜郎君其实并没有搂我们的腰。
汝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父皇，你终于看到我了。汝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而且看你的脸色，你现在似乎很健康，难道是叶流云出手救治了你？是啊，叶郎君送我一颗洗髓丹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再也不用拖着那具虚弱无力的病躯得过且过了。洗髓丹，贤婿，洗髓丹可否也给朕来一颗？朕近来总觉身子不太爽利。阿耶，阿姐吃的是剩下的最后一颗洗髓丹了，叶郎君手里应该也没有了。没了吗？贤婿，炼此丹药需哪些药材？朕来备齐，你再为朕炼一颗如何？想要洗髓丹，朕自然想要。你跟丽质成婚，朕不要别的聘礼，只需一颗洗髓丹就行。我已在你妻女身上用了4颗洗髓丹，你还要1颗当聘礼，那其余4颗该如何补偿我？丽质是你以后娘子，你给她吃洗髓丹是应该的。观音碧是你岳母，你孝敬她也是应该的。四子是你最宠爱的小家伙，你总不至于问他要补偿吧？至于入南，既然他吃了你的洗髓丹，那就让他以身相许。谁教你这么算账的？你就说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吧。父皇，您让我对叶郎君以身相许，便是应允我嫁他了。天子金口，不可反悔。阿姐，我之前还让你不要跟我抢郎君呢。荔枝，你别急啊，我不跟你抢，以后你当大的，我当小的，行不行？可是这天底下哪有妹妹做大，姐姐做小的道理？那就我做大，你做小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这事儿主要看你，我不挑的。那更不行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我也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也行。阿姐，你不能太自私了呀。是呀，阿姐，这事儿对你来说也没什么影响。你们这3个小叛徒早就对叶郎君垂涎已久了吧？陛下，你这样说有些草率了。丽质和叶郎君还没成亲，怎可又定一门婚约？虽然我知道你想要洗髓丹，但是也不能拿丽质和汝南的幸福开玩笑啊。就是阿爹太过分了。你看汝南的样子像不情愿吗？不把她嫁给叶流云，她才不幸福呢。至于丽质嘛，她就相当于观音天女了。朕除了有你这个皇后外，还有其他妃嫔。叶流云这小子是修仙者，未来更是要得道成仙，有几个娘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陛下说的也有道理，但这种事还是让叶郎君和丽质、汝南他们自己决定吧。我们掺和进去不太好。没什么不好的，丽质和叶流云的婚约不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吗？汝南和丽质的情况类似，他们都对叶流云有好感，朕成全他们有何错？好女婿，2个公主的聘礼，只要你1颗洗眉丹即可，你觉得如何？不怎么样。既然丽质都反对了，以后这事儿就别提了。阿姐，你真的喜欢叶郎君？丽质，你放心吧，既然你和叶郎君都不同意，那我以后绝不再提这事了。是吗？那我要是同意了呢？阿姐还愿意放弃吗？丽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与叶郎君相识不久便已倾心，可他起初并不愿与我定下婚约，那时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失落，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。阿爹说的对，他不止阿娘一个妻子，我要像阿娘一样大度，所以我不反对了。谢谢你，丽质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跟你争什么的。哎，我们可是姐妹，说这种话干嘛？饭要抢着才香，只要我们和睦相处，不让叶郎君为难就行了。不是丽质，你这就同意了？行了吧，叶郎君，之前去寝宫探望阿姐时，你眼神都直了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吗？依我看，不仅阿姐对你动了心，你对阿姐肯定也动心了。有吗？我那只是正常欣赏的目光吧，这就叫动心了？这个朕给他作证，叶流云这小子是纯好色，只要看见漂亮的都会两眼放光。之前你和观音魔沐浴完毕出来的时候，他也双眼放光了。陛下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朕没说错呀，食色性也都容易引人瞩目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观音调这么美，叶如云这小子不看傻眼才怪呢。陛下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观音嫂，朕还没问叶流云打算何时与丽质成婚呢。程前，你跟来，朕有事交代你。叶郎君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叶郎君，你没带高明御剑飞行，他怕是要惦记许久。随他惦记，他为了避免摔断腿，如今连马都不敢骑了。万一从飞剑上摔下来，何止瘪足，直接就瘫了。有你在，还会有这种风险？搂着腰确实不会掉，但我可做不到和男子互相搂腰。滋滋，我送你一件礼物好不好？好呀，是萨米礼物呀。是一辆儿童自行车。哇，好漂亮的车呀！小囊君，它也会像跑车一样自己动吗？车子不会自己走，想让它动起来的话，得你自己脚踩。我抱你上去试试。自己踩，是这样吗？无师自通啊，思子可真棒。思子，你下来，让我试试。哼，我不，这是小拿君送给我的，我不跟你抢，我就是想试试。可是阿姐你那么重，不会压坏我的小车车吧？我哪里重了？再说叶郎君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坏？好吧，车身太小，我的手脚都舒展不开，好别扭。
叶郎君，这自行车是专为四子定制的吧？尺寸刚好合他身形。确实适合四子。你对四子可真好，我真可怜啊，既没有阿姐那么大，又没有四子这么小，所以既不能像阿姐一样嫁给你，又不能像四子一样被你宠爱，想想我都要哭了。别这么想，你看李承前连御剑飞行都没体验过。至于长孙冲，我就不说了，你光拿自己跟好的比，那肯定比不过。但是跟绝大多数人比，你已经很幸运了。叶郎君说的对，相比起其他人，我能跟你如此亲近，已经算是很幸运了。小囊君，摸摸。嘿嘿，小白，出来！这才几天，小家伙都长胖1圈了。滋滋，你难道拿他当猪养的吗？没有啊，应该是小白不爱运动，所以才胖了一点啊。我说叶郎君刚摸我头，怎觉别扭？原来跟摸小仓鼠一般。别胡说，我可没拿你当仓鼠啊。真的吗？高阳，叶郎君之前还摸过我脑袋呢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滋滋，你怎么养了一只老鼠当宠物？多脏啊！阿姐，小白骂你呢，他说他可不脏，你才脏啊！他还会骂人啊！滋滋，你怎么听懂这老鼠说话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能明白小白的意思。那你让他到你另一个肩头去。啊，我的话他也能听懂。来都来了，一直站在殿外无趣，不如进寝宫看一看。小囊君，我的寝宫是不是不好看？挺好的，就是你的玩具少了一些，以后我给你添置点儿。谢谢小囊君。现在快要到饭点了，你的肚子饿了没有？小囊君不说窝还不饿，一说乌就饿啦。上食局的午膳应该准备好了，柳毅、唐雪，你们去。不用了，今天我们吃炸鸡套餐。啊，叶郎君，你这是无中生有。阿姐，叶郎君神通广大，你就把他当做神仙好了。这样吗？励志，你还真是捡到宝了。与这样一个神仙郎君定下婚约，恐怕连做梦都能笑醒吧。嘻嘻，阿姐你怎么知道？对了，阿姐，你该不会也对叶郎君心动了吧？要不然你与萧睿和离，也嫁给叶郎君算了。呸！不许胡说，阿姐是为你高兴呢，你却在这打趣阿姐。小囊君，这个是沙吗？这是用鸡肉食材，以特殊手法烹制而成的吃食。你看，这里有鸡翅、鸡腿、鸡胸脯，还有鸡块。肉肉都是肉肉，小囊君，我要吃肉肉。来，尝一口。好好吃，外皮脆脆的，里面肉肉嫩嫩的。啊呜！哇，这太好吃了吧！都尝尝吧，不用客气，吃完还有。叶郎君，这里面还有玉米，不，应该说是云米呢。确实是玉米，你尝尝。既香又甜还嫩，没想到这云米竟然这么好吃。看来以后大唐的主粮就是它了。偶尔尝个味道还行，谁能天天吃玉米啊？玉米既能当主食，也可做蔬菜，还能研磨成粉食用。叶郎君，云米在后世不算主食吗？也算主食，后世注重营养与口感，南北吃食各有不同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后世的百姓过得真好啊。好是相对的，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吃不饱只求温饱，吃饱了反而生出无数烦恼。叶郎君的话发人深省，将人性描绘得十分透彻。随便感慨几句而已，快吃吧，等会儿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这炸鸡好好吃，我们以后每天都吃吧。这玩意儿偶尔吃一次还行，怎么能天天吃呢？你就别想了。好吧，小囊君说的对。对了，小囊君，我还想要一桶炸鸡，可以吗？四子，刚才说好了不可多吃，怎转眼就反悔了？我是想拿去给阿爹阿娘吃，阿爹阿娘还没有尝过呢。这样啊，看来是我错怪你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关系的，我不生气，因为我最喜欢小囊君啦。四子，你最喜欢的人不应该是阿姐吗？阿姐跟我抢小囊君，我不喜欢你啦。好啊，你个小叛徒，我以前真是白疼你了。阿姐要是不跟我抢小囊君，我就喜欢阿姐了。那还是别了，你的喜欢太重了，阿姐承受不了。哼，我讨厌阿姐。哼，那我也讨厌你。行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我带你们出去溜达溜达。叶郎君准备带我们去哪儿溜达？我带你们去找个池塘抽水摸鱼去吧。叶郎君，池塘怎么抽？用抽水机抽啊。抽水机又是何物？你们别管了，跟我来吧。
趁温热将吃食送去立正殿。是。得，我不认识路，你们知道哪儿有池塘吗？我知道，往那边走。这么大一处池塘，真的能把水全都抽干吗？放心即可，有抽水机在，这点水量算不上难事。启禀陛下，晋阳公主的侍女求见。叶流云与丽质他们都不在晋阳殿，侍女前来所为何事？陛下，不妨先让他们进殿再说。让他们进来。奴婢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不必多礼，你们手中捧着何物？朕已然闻到肉香。此乃夜郎君变出的美食，晋阳公主感念陛下皇后，特意送来品尝。嗣子与丽质有心，倒是记挂着朕与皇后，香气扑鼻。观音婢，你先尝尝滋味。陛下，容奴婢先行试毒，以防食物存有隐患。放肆！夜郎君所赠食物怎会有害？退下一旁。是。外皮酥脆，内里鲜嫩，从未品尝过这般绝妙口感。味道果真如此绝佳，朕也来一试。口感鲜美，后世之人当真通晓享受。吃食花样繁多，大唐尚且尚有不足，仍需尽心治理，开创盛世。丽质与叶龙寻此刻身在何处？仍在晋阳殿吗？夜郎君带着诸位公主外出活动，已然离开殿中。外出活动，不知是何种活动方式？听闻夜郎君打算抽干池水，带着公主们下水摸鱼玩耍，这般嬉戏举动，实在不符常人身份。这小子真是胡闹！带着公主下水摸鱼，成何体统？等等，他要抽干哪一处池塘？奴婢出宫之时，看见众人朝着御花园方向走去。坏了，这臭小子是冲朕的锦鲤去了！观音婢，快跟朕去御花园阻止他！陛下无需忧心，夜郎君定不会惊扰锦鲤，公主们也会劝阻。这小子行事随性，公主们与他交好不会阻拦的。襄城举止得体懂事，想必他会出面劝说一番。纵然襄城劝说，你觉得那小子会轻易听劝吗？锦鲤有损也无妨，后续再养便是。陛下不必动怒。池中锦鲤皆是精心甄选，2条更是喂养5载，早已生出情意。倘若鱼儿当真受损，朕定要好好向这小子讨要一番说法。陛下怕是借锦鲤之事有意刁难夜郎君吧？朕纯粹是担心锦鲤安危，你可不要把朕想得太狭隘了呀。那陛下该加快脚步，去晚了锦鲤恐怕都已被捞上扇。朕尚未用午膳，体力不足，索性边走边吃赶路。喏，这个叫做望远镜，可以用来观察远处的敌情。这么厉害，让朕看看。这个望远镜可以让你看清20里之外的敌军动向。望远镜堪称神器，不过你可是答应要给朕2样东西的。你还挺贪心。这是之前你自己答应的，怎么现在又怪朕贪心了呢？行。此乃何物？板鱼？板鱼会自己动吗？那肯定不行，必须得有人或者畜生拉着板鱼才能动。这叫电动3轮车，跟别墅里那些电器差不多，都是依靠电力发动的。我先开一下给你看看。太厉害了，这车竟然能自己动啊！来吧，2位也上来，一同体验这3轮车的魅力。后世人真厉害啊，竟然能研究出这种车。别只顾看风景，看我怎么操作的，以后你就要自己开了。好的，朕一定仔细看。夜郎君、二郎、观音帝，你们做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带我一个，等等我呀！陛下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父皇的喊声。哪有父皇的喊声？专心看叶流风。好吧。叶流云，朕看懂了，这2个把手是用来控制3轮车方向的。你右边这个把手可以控制3轮车的快慢，2个镜子可以看到3轮车后面的情况。朕有没有说错？没错，不过你还少了一个功能没说出来。当然了，我还没演示呢，所以你不清楚也正常。哦，还有什么功？二郎，父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这儿。刚才你们经过时，我连声呼喊，你们也不停一下啊！原来刚才观音屁说的是真的，父皇你还真喊我们了，我还以为是观音屁幻听了呢。废话，我喊了好多声，你们耳朵留着有什么用？刚才我们的注意力全在学习怎么开电动3轮车上了，所以才没有听到。电动3轮便是此车名号，名头与模样都甚是新奇。我现在教你3蹦子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你看好了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 3轮车竟还能倒车，还有提示声响，不知是何处发出。二郎，你想撞死我呀？父皇，不是我开的车啊，是叶流云这臭小子开的，我看他就是故意吓唬你的。胡说八道！叶郎君跟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他干嘛要吓唬我？我看是你唆使他这么做的吧？父皇，我真的冤枉啊！哼，懒得理你。你还别说，这3轮车坐着真挺舒服。坐稳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